男人每次抽奖都要以寿命作为代价，可即便是这样，他依然有可能抽到最坏的选项。而这次男人的运气似乎不错哦。兄弟们，情报消息，陈亮刚刚从绿色转盘抽出了长生丹。我操，绿色转盘需要消耗10年寿命才能转动吧？听说绿色转盘中抽出的长生丹最少也可以增寿100年。只是可惜陈亮和我们一样，只是乐天俱乐部圈养的兽流虫而已。末日降世后，第一批有资源，亦或者是从转盘上抽到机缘的人，都已经成了上层人士，而他们这些没资源、没能力的人，变成了强者的寿命储存库，也就是兽流虫。他们花自己寿命抽出来的东西，无论好的坏的，都得上交给俱乐部。哎，也别这么悲观，虽然兽流虫身份卑微，但好歹不用直面凶手啊。兄弟们聊什么呢？气氛挺消沉啊。亮哥回来了。亮哥这一波福利待遇应该都有提升吧？是不是以后不会再回咱这地下车库了？侥幸。不过孙老大当场就答应了，提升我的福利待遇。这地下车库啊，我陈亮以后是不会再来喽。陈亮的待遇确实提升的，可也只是获得了一处单人间，其身份依然是兽流虫。这次过来是因为俱乐部奖励的大餐太丰盛，我自己一个人没吃完，剩下的就赏给各位兄弟了。亮哥好样的！地下车库当即响起一阵激烈的欢呼之声。他们这些兽流虫平时吃不饱穿不饱，只有花寿命开启转盘，才能从俱乐部换取物资，能够享用陈亮的剩饭剩菜，简直是天大的喜事。而也就是这一阵嘈杂声，将角落里的一位瘦弱青年给吵醒。什么鬼？我不是在消耗100万年寿命启动金色转盘的时候被一抹金光抹杀了吗？怎么会还有意识？江毅，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亮哥我特意给你带了块狗骨头。虽然被我啃的只剩下骨头了，但这可是银被柴选的骨头，营养丰富的呢。我去，亮哥对老同学是真的好啊，这么有营养的狗骨头，专门留给江毅。我怎么感觉陈亮和这个江毅好像有过节的样子？我听说陈亮和江毅在大学的时候好像追过同一个女生，也不叫追过同一个女生吧，应该是说陈亮骚扰过江毅的女朋友。啧，你们知道江毅当时的女朋友是谁吗？谁？长娇娥。什么？长娇娥是江城长生榜上位列第1的长娇娥吗？江城4大势力都奉若上宾，目前唯一掌握了长生丹炼制方法的，江城第1炼丹师长娇娥。没错。陈亮，你不是早饿死了吗？去你妈的！老子活得好好的，你个狗东西才是快饿死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丫只剩1年寿命了。区区1年寿命，连命运转盘都只够启动最低级的白色转盘，再过几天啊，我就等着给你收尸了。0级1年零38天的寿命，重生回到了末日后的1个月，快饿死在乐天俱乐部的地下车库的时候。操！意识到这一点，刚醒来的江毅差点没再气晕过去。重生固然是好的，可偏偏来到了他最难熬的时间点。甚至哪怕重生到长生丹丹方被长娇娥偷走之前，重生到拼死救下唐科那恩将仇报的小人之前，也算是好的。前世他已经虽然大仇未报，但混得也不算太好。只是这个之路太既来之则安之。你想干什么？我要申请转盘抽奖。你还剩多少寿命？抽白色转盘还是绿色？我抽白色转盘。前世快饿死的江毅，为了当个饱死鬼，也选择了抽奖，并且抽中了长生丹。虽然长生丹被收走了，可江毅不在乎这个，只是这个时间点，他会在抽奖处碰到敢死队的队长高畅，而且有些白色转盘上有很小几率能抽中属性+1的奖励，那高畅便是这样当上队长。确定好了，那就跟我来吧。刘姨，我也要抽奖，我还剩12年寿命，也抽白色转盘。罗山刚刚不是吃了亮哥带的剩菜剩饭吗？他这个时候还抽什么奖啊？又不饿。哼，他一直说当兽流虫是没有好结果的，所以他这是想靠抽转盘逆天改命呢。末日1个月后的江城出现了很多势力团体，而江毅所在的乐天俱乐部也仅仅只是个3流小势力，他们只能独自设置白、绿、蓝3个等级的抽奖区，更高级的紫色抽奖区则是和山水俱乐部以及血焰俱乐部共同设置的。王姐实力见长啊，这才过去几天，竟然又要抽紫色转盘了。由于紫色转盘的效果已经颇为恐怖，若是一个不好就会抽出兽潮或天灾，所以3方势力约定，任何人要开启紫色转盘的，都要3方到场共同护法。这次不是我，而是哥哥。周一鸣在末日前，那可是娱乐圈的顶流小鲜肉，而王雪艳正是他的脑残女友粉。若在和平年代，周一鸣看都不会看王雪艳一眼，可现在王雪艳拥有强大实力，他便沦落成了他的男朋友。没错，这次要抽紫色转盘的是我。
你抽紫色转盘，你有1000年寿命吗？当然，我已经用积攒的长生丹帮一名哥哥把寿命堆到了1000年以上了，他现在要抽紫色转盘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我手中的紫色转盘上面的奖励选项中甚至有长生丹丹方，那可是紫色的长生丹丹方比长焦鹅的绿色长生丹丹方还更厉害。我的一名哥哥在娱乐圈的时候被人夸是锦鲤，这一次也一定能抽出长生丹丹方。你这女人平时看着挺正常，怎么一遇到这小白脸的事就跟特么中邪了一样？还有长生丹方，难道你不知道长焦鹅的那张长生丹丹方就是他的舔狗追求者脑子一抽送给他的吗？而现在长焦鹅混得风生水起，可他的舔狗追求者如今都不知道已经死在哪个犄角旮旯里了。如果江一此刻在这里听到这番话，恐怕会忍不住破口大骂。他一不是长焦鹅的舔狗追求者，二是那丹方是长焦鹅偷了他的。只是如今这个世界只有强者才能掌握话语权。我劝你啊，这种小白脸平时宠一宠玩一玩也就算了，还真花资源培养，也不怕翻车。何征，你什么意思？我对一名哥哥根本不是玩一玩，我是真心爱他的，你凭什么诋毁我对一名哥哥的感情？叶儿放心，我不会因为小人的几句挑拨就怀疑你的。男人为了逆天改命，花了1年的寿命开启转盘抽奖，但没曾想只得到了一坨大便。操，他们才一坨大便，该死，该死啊！行了，抽完赶紧滚，别在这里发癫。其实罗珊也不是什么都没得到，他手中的牛奶和面包，那就是属于底层人的福利。我看看这小子能抽出什么。江毅也没指望能抽出什么，毕竟就算抽出长生丹，那只能属于俱乐部，而不会属于他。可就当他的手触摸到纸箱中第一个白色转盘时，叮，请选择你要指定的转盘奖励。什么鬼？指定什么奖励？我操，应该不会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吧？随后江毅在平复好内心的激动后，开始仔细选起了转盘。你特么快点，再怎么精挑细选，想从垃圾转盘里抽出好东西，也无异于白日做梦。在孙浩看来，这些垃圾转盘里压根不可能抽出好东西。倒是罗珊看着江毅精挑细选的样子，颇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你小子也是想通过这次抽奖逆天改命吧？我选好了，就这块。9个负面效果，而唯一的正面效果还是长生丹，就算抽中了又有什么用？这小子精挑细选老半天，结果就挑了个这。老孙，过来帮个忙。帮什么忙？帮我护个法。因为命运转盘有概率抽出凶兽之类的危险效果，所以当转盘选项中出现本人没把握控制的危险时，就会请人帮忙护法。就这白色转盘能有什么危险？在显示这个程度，似乎是在1个月后的一次绿色转盘抽奖中抽到了一个名为精神分裂的选项，导致他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最后连孙浩也是死在这家伙手里。换粉蝶群。你小子是想抽出空间戒指吧？对呀，这空间戒指在转盘上的选项占比太低了。哎，反正白色转盘也只用花1年寿命，抽着试试呗。你请我护法，是担心抽出负面效果里的幻粉蝶群是吧？幻粉蝶散发的香味有迷幻效果，蝶翼上的磷粉也能致人麻痹，10只以内的话，我自己倒是能解决，就是不知道这个蝶群规模怎么样。行了，你抽吧，我在旁边看着。再说蝶群选项的占比也不高，不一定会被抽出来。抽奖。叮，恭喜你抽出奖励幻粉蝶群。好家伙，昨天有人跟我讲什么墨菲定律，我还不信，现在看来是真的。行了，看开点吧。不过就是个白色转盘罢了，不打紧。只是话刚说完，陈度却看到江毅目光灼灼地看着他。你是兽流虫吧？那个你抽出的幻粉蝶的尸体能给我吗？你要幻粉蝶的尸体干什么？用来吃，我太饿了，可能也没几天能活了。据江毅所知，陈度在精神分裂之前是个颇有正义感的人。一堆没用的尸体罢了，你想要就捡去呗，反正吃死了也不关我事。嘿嘿。行了，轮到你了，赶紧抽完赶紧滚。叮，请选择你要指定的奖励：1. 长生丹，2. 失眠3天，3. 口吃，4. 斗鸡眼，5. 狐臭，6. 嗜血骨群，7. 我选6，嗜血骨群。叮，恭喜你抽出奖励嗜血骨群。竟然真的能指定奖励！这一瞬间，江毅肾上腺素一通狂飙，差点没忍住仰天狂笑。不过两世为人的心性让他很快控制住了情绪。
冷静后的江毅目光瞬间落在嗜血骨群身上。嗜血骨群在现阶段玩家的普遍认知里，属于负面效果，也没什么用，没什么攻击力。行了，把你们的抽奖登记表填给我，就可以滚了。那个孙老大，这些嗜血骨能不能也归我自己处理？你该不是连那么恶心的玩意儿都吃得下去吧？嘿嘿，随便你吧，反正这种恶心的东西，俱乐部是不会要的。那个孙老大，我现在只剩下1个多月的寿命了，继续待在地下车库当兽流虫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我想能不能让我加入俱乐部的敢死队？我不怕死的。哼，你要真不怕死，或者是想死，我现在就可以送你上路。你以为那是敢死就能随便进的？只是接下来，高畅如前世一样来到了这里，他并不是来抽奖的，而是想通过旁观别人的抽奖，给自己长点见识。毕竟他之前也是身份卑微的兽流虫，对这末日游戏的很多情况了解太少。你刚刚说你想加入敢死队？对，正好我刚管理了一个敢死队队伍，你愿意加入吗？嘿嘿，愿意。唱歌，你的敢死队队伍还缺人吗？我也想加入，我可比这小子强多了。我小学就打过架，初中是校霸，高中是网吧一霸。可以，你自己的敢死队队伍由你负责，我自然无权干预。就这样，江毅和罗珊跟前世的轨迹一样，一起加入了高畅的队伍。可不一样的是，前世的他这一次转盘抽奖抽出的是长生丹，而今生的他抽出的是嗜血骨，并且他还收集到了换粉碟。所以江毅心中已然有了自己的计划。一个各自为主的队伍，却每次都能打胜仗，倒不是因为他们单兵能力强，只因他们处在敢死队，不拼命抢。队伍原本是有7个人，现在算上你们俩就是9人了。进入别墅后，只见1楼客厅有一位正在锻炼的壮汉。这壮汉似乎很有实力，要不我上去打个招呼讨教。那什么，我先带你们俩去你们的房间。敢死队的成员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你们没事的话，千万别主动打扰他们。那不用让我们和现有成员之间互相认识一下吗？高畅听着这话，心中只觉尴尬，因为他刚加入这个敢死队队伍的时候，也是这样和其他成员说的。只是后来他才发现，死人和死人之间根本没有相互认识的必要。敢死队成员之间需要先花时间证明自己的实力，才有资格互相认识。还有，我们敢死队成员只要将等级从0级升到1级，就可以进阶成俱乐部的正式成员，到时待遇也会提升不少。对了，你们知道末日游戏里1级和0级的区别吗？随后，同样还是0级的高畅给他们介绍起了末日游戏的一些规则。总的来说，就是升级到1的玩家们都会瞬间获得一块末日游戏的专属命盘，这专属命盘可以按照主人的想法随意幻化成任何物品。而最重要的是，玩家们可以通过专属命盘直接进行小区域的聊天、发帖、交易、查看排行榜等一系列的功能。可以说是掌握了专属命盘的玩家，才算是真正参与了这场末日游戏。所以我们0级玩家到底要怎么升到1级啊？我的数据面板上根本没有经验条。根据俱乐部大佬的说法，想升到1级，目前只有使用升级命牌直接升到1级，而想要获得升级命牌，倒是有2种途径。第一种是使用蓝色或蓝色以上品级的转盘抽奖，抽中升级命牌。蓝色级以上品级的转盘，那岂不是得至少消耗100年寿命，花100年寿命才升1级？这也太魔幻了吧！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和你一样的想法。不过转念一想，可能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或许对那些有实力的大佬而言，100年寿命也不算什么。那第2种途径呢？至于第2种途径，那就更难了。知道敢死队那么高的死亡率是从哪来的吗？难道和第2种途径有关？没错，现阶段我们整个江城区域被隔离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中，除此之外，江城内的所有湖泊、江河，甚至哪怕一个池塘，都成了凶兽入侵的通道。凶兽可以通过这些通道入侵我们的世界，而我们其实也可以通过那些通道去反攻凶兽世界。据告诉我这些的廖哥所说，凶兽世界里有无尽的凶险，同时也有无尽的机缘，在那里即便不去抽奖，也有可能得到升级命牌。我们廖哥就是在一次探索凶兽世界时，偶然得到1枚升级命牌，提升了等级，才打开新世界大门。高畅说的慷慨激昂，罗珊也听得热血沸腾。只有真正经历过的江毅异常冷静，因为他知道高畅嘴里的那个什么廖哥，根本就是在给敢死队成员画饼。他们所说的凶兽世界，实际在后世被称为界域战场。据后世玩家总结，即便是最低级的界域战场，也至少得是5级玩家才能有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随后高畅又和2人嘱咐了一些注意事项，以及明天上午9点
队伍要出任务的事，便离开了。罗山，你想逆天改命吗？你什么意思？罗山确实喜欢将逆天改命挂在嘴边，可当别人这样对他说时，他却感受到了嘲讽的意思。字面意思。难道你收集这些蝶亚虫的不是为了吃？江毅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一边将小心将换粉蝶尸体取出，一边悠悠问道：“你成天和那些兽流虫吹牛侃大天，应该听说过长焦蛾吧？”狗头江毅是长焦蛾的舔狗，他还好意思提起？罗山本想借机嘲讽江毅，可他突然注意到，此刻江毅处理换粉蝶尸体的手法非常特殊。末日游戏刚降临时，他见到过有人用手抓换粉蝶，导致那条手臂直接被麻得没有知觉。可现在江毅的手竟一点事都没有。到这里，罗山终于意识到，这个寿命都只剩1个月的家伙，可能并不简单。当然听说过，长焦蛾是目前整个江城唯一一个能炼制长生丹的强者。那你知道末日前长焦蛾读哪个学校吗？汉江大学。汉江大学在末日第7天的那场兽潮有耳闻吧？听说是当时有个学生从蓝色转盘里抽出了兽潮，那时才末日第7天，绝大多数人的实力基本和我们这些兽流虫差不多。那蓝色转盘的兽潮对当时的玩家来说简直就是毁灭性的灾难。听说汉江大学的老师学生因为那场灾难差点全军覆没，还好有一位所向披靡的顶级强者带着数百名学生九死一生的从兽潮中冲杀了出来。不过那位强者的姓名倒是并未广泛流传，甚至之后也再也没有他的相关事迹传出。还有小道传言说那个强者大概是已经死了。那名强者之所以强，是因为他通过转盘抽奖获得了属性提升。那是当然，能带人从兽潮里冲杀出来，那必然是从转盘里抽出什么强大能力逆天改命了。他可没有逆天改命，因为他抽出的并不是永久性的能力，而是有时间限制的能力，所以7天后他销声匿迹，泯然于众，再也没有消息传出。原来如此，那家伙真是太可惜了。如果他能在那时限内再抽出什么好东西，或者想办法不断提升自己的优势，倒没准真能逆天改命。罗山最喜欢听逆天改命的故事，不过他突然意识到什么不对。你好像对那个强者还挺了解的样子。哦对，你和长焦蛾是同学，原来你也是汉江大学幸存者。对，却也不对。什么意思？哪里不对？我就是那无名强者本人。真的假的？你小子不是隔着吹牛吧？我想说的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我当初抽出的能力具有实现性，但至少我曾经辉煌过。所以再问你一遍，你还想逆天改命吗？想，我他妈太想了。想的话就先去帮我弄一袋银灯虫来。银灯虫？不是，哥们，我这一无所有的，我去哪弄了什么虫啊？银灯虫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现在很多人都会专门收集一些，当做灯笼照明。你就找这别墅的其他敢死队成员要，大概率是会有的。不是，高畅刚刚的态度明显透露出，咱这别墅的敢死队成员恐怕脾气都不怎么好吧？而且我这刚进入队伍，我找他们要银灯虫，他们凭什么给我？我他们又不是他们爹吗？哼，那我又不是你爹妈，凭什么帮你逆天改命？如果我搞回来银灯虫，却发现你是骗我的话，最好不要超过5分钟。江毅计算着前世兽潮来临的时间，确实已经剩不了多少时间。找楼下那个锻炼的壮汉要的，就为了这一袋鬼东西，我可是付出了1枚珍贵的分币。你竟然还有分币？有几枚是末日刚降临那几天捡到的。江毅点点头，觉得也合理，毕竟末日刚降临时，很多人都不知道有些凶兽会掉落时间货币。男人将换粉蝶、嗜血蛊虫还有银灯虫融合在一起。伸手！卧槽，你该不是要将这鬼东西到我手上吧？什么鬼东西？这是好东西。好东西你他妈自己不用给我用。行，我自己用，你之后别后悔。哎，等，我用行了吧？感受怎样？烫麻？应该没问题。将手中的液体涂抹在全身各处吧。现在感觉怎么样？感觉有点发热，肌肉也有点胀痛。没事，正常现象。这小子分明是个拿我做试样，要是没什么特别的效果，看不住。差不多了，现在你看看你的数据面板。我操！我特么全属性加了5点。我操！我不是做梦吧？对于罗山来说，全属性加5完全已经是逆天改命了。因为就算是极品的白色转盘，也不可能出现全属性加5这样的选项。别激动了，这全属性加5的效果是有实现的。
时限是多久？大概1天左右。1天，那也很强了。当然强了，这配方是我从网上找到的。哎，你怎么有实力换新手机了？那多贵呀！现在上转买2手才更划算。我这苹果15只花了3900，比新款便宜2000。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电脑，性价比也挺高的，大屏幕看剧可爽了。真挺便宜的，靠谱吗？放心吧，我研究过了，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保修。总之，买2手上转就对了。好，我待会儿就去买。不过我看你制作这黑色液体的过程也不复杂，咱们完全可以等时效过去后继续制作、继续使用了。你想得美，这黑色液体名为强身药液，虽然制作简单，但也存在诸多弊端。使用第1次的时候，全属性+5，时限1天；第2次全属性+2，时限半天；第3次全属性+1，时限3个小时。在这之后就会完全失效。还有，你以为换粉碟和嗜血骨很容易得到啊？这些都是平均几千个白色转盘才可能出现一次的选项，也就他们不懂，这才当做垃圾给我。难道你当时选中那个转盘，就是看中了嗜血骨群？那些转盘都太差了，只有我要的那个转盘，既有长生丹，又有嗜血骨群，所以对我来说，它相当于有2个高品质正面效果，我当然就选它了。至于能抽出嗜血骨群，我是真没想到。江毅这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本事，出神入化。罗山倒是丝毫没有怀疑，毕竟谁敢信有人竟然能指定转盘奖励？不对啊，高畅不是说明天上午9点才出任务，我们现在就用，简直浪费了。你说的有道理，怪我考虑不周。不行，我得趁着有属性加持下去给那个壮汉展示一下。此时，在3大俱乐部交汇的紫色抽奖区，3方大佬们为了防止周一鸣抽手逃，防御措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这受潮的选项在整个紫色转盘上才占了3%，为了那么一点概率，准备足足2个小时，真是浪费时间。不过周一鸣一想到自己抽出长生丹单方的光景，内心便又止不住热血沸腾。届时，他将摆脱这小白脸的称号，变成为高高在上者。一鸣哥，紫色转盘上的受潮我们都没见过其危险性，所以你记住，如果转盘提示你抽出的是受潮，你一定要立刻将我给你准备的传送使用掉，它能将你传送去安全的地方避难。还有我给你准备的定位罗盘，一鸣哥你也千万不要弄丢了。真是晦气，我就算抽到受潮，那也是怪怪的。一鸣哥，你可以开始了。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恭喜你抽出奖励受潮。传送，快用传送时。这小子有点强，一口气都做了500个俯卧撑了。出什么事？我特么怎么知道？有消息。那些正式玩家之间可以用命盘的聊天系统迅速传递消息。高畅虽然不是正式玩家，但身为敢死队队长，他应该和至少1位正式玩家有联系方式。集合，集合！别墅里的所有人给我集合！7队的廖哥廖远峰给我发消息了，刚刚紫色转盘区血焰俱乐部的人抽出了受潮。什么？紫色受潮？诸位放心，这次受潮虽是紫色级别，但3位俱乐部的大佬已经做足了充分的准备。你们刚刚听到的那声巨响，就是大佬们轰杀凶兽的陷阱，而且前线有俱乐部正式成员负责驻守，所以我们敢死队只需要清理那些漏网之鱼就行了。蜘蛛一生只会交配1次，并且在这仅有的1次快活后，还会将自己的对象给吃掉，补充体力，这就是黑寡妇的由来。而现在，江毅他们刚离开别墅，便碰到了我操，这鬼东西怎么这么多？不用太担心，这玩意儿也就看着吓人，其实战力非常拉垮，直接几人合力打断蜘蛛腿，然后打爆它的机会。可我和江毅什么武器都没有啊。就你俩屁事最多。老规矩，自己没有武器的，到我这里来领，等受潮过后还回来。当即便有不少人冲到孙浩那边领武器，只是那其中的武器都是最劣质的垃圾。这把弓看着不错。小子，你不会以为就你聪明，别人都不敢选的复合弓，还能被你捡漏了吧？这把复合弓确实是这些劣质武最精良的一把，不过它太重了，普通人根本用不了。这弓难道不是之前那版了？把你数据面板亮出来。全属性+5，战力破100，这小子竟然是个隐藏大佬。大个屁的佬，这种带过傲的属性都是有实现的。
但就算是有时限，可他在这个时限内已经很强了。孙浩若有所思地看着这一幕，正当他要问些什么时，却见江毅突然上前，一副受了冤屈的样子，高声：“孙老大，替我做主啊！这个罗山把我的嗜血骨抢去全吃了，之后他就获得了全属性+5的棒，这个棒原本应该是属于我的。”罗山起初听得一脸懵逼，不过他很快便意识到江毅的心思，吃了就吃了，难不成还能吐了还给你不成？再者说了，这全属性+5的效果又不是永久性的能力，这有什么好计较？行了，你俩都别吵。罗山是吧？这个全属性+5的效果虽然存在时限，但也算是你的机缘。如果能把握住机会，你说不定能很快成长起来。至于你嘛，别人现在好歹是有实力的，而你却还是废物，自己好自为之。嗜血骨的事是我自己想差了，不过我希望罗山能帮我个忙。你那个啥，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这哥们倒是比堂哥陈亮长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强上不少。正好你属性高，帮我把这把铁锹的尖头磨锋利点吧。你这是在故意折辱罗山吧？就这心胸也太 low 了吧！我不是开玩笑，而是真的准备用这把铁锹当武器。不过这铁锹的尖端不够锋利，所以想让你帮我打磨一下。好，我答应你。磨好铁锹后，江毅和罗山便朝着黑寡妇这就是掌握力量的感觉吗？你练过射箭吗？也不算练过吧，我小学就拿着弹弓满山打鸟，初中的时候还自制了一把呢。小心，你就这么轻轻一划就解决了？难道这小子也得到了全属性+5的效果？不对，他好像也没用多大力气就把黑寡妇给戳死了。是铁锹，你小子，你该不会掌握着黑寡妇的弱点吧？高亢的声音可是把附近所有敢死队成员都惊到了。如果只是秒杀黑寡妇那倒不奇怪，但如果是掌握了黑寡妇的弱点，那可是造福所有敢死队成员的。就像你们想的那样，我之所以能将黑寡妇一击毙命，正是精准打击了他的弱点。这些黑寡妇的腹部都有一个不起眼的纺织器，而这就是黑寡妇的弱点所在。原来如此，不过黑寡妇贴地那么近，想精准打到他的弱点，好像也没那么简单啊。原来江毅让罗山帮他打磨铁锹，真的不是故意为难，而是这铁锹在对付黑寡妇的弱点上真有奇效。于是，一群人匆匆向江毅道谢后，便又纷纷跑到孙浩那里，都重新挑选了铁锹、铁铲之类的长柄武器。江毅那废物竟然还知道黑寡妇的弱点，记得他之前是主动问我要的嗜血骨，可能他早就知道其效果了。重新回到战场的众人，在熟练掌握黑寡妇的弱点后，现在几乎人人都可以独自对战，这使得他们这边的防线整体都轻松不少。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兽潮中心蔓延到这里的凶兽终究是越来越多了。好家伙，你出货了！卧槽，这……闭嘴！我献祭了几乎全部的寿命，从转盘上抽中了极品道具。我是拼命救下来的兄弟，却捅了我刀子，还说什么会替我好好活下去，真是可笑。好在我现在带金手指重回末日了。这边你先替我守会，我去后方找下孙浩。虽然现在江毅获得了指定转盘奖励的能力，但可惜现在仅剩30多天寿命的他，还支付不起白色转盘需要的1年寿命。刚刚打怪爆出了一枚白色转盘，白色转盘。敢死队成员爆出的白色转盘可以自行处理，也可以上交给俱乐部换取积分。这小子没几天能活了，应该是想凑积分换长生丹。我这枚白色转盘不准备换俱乐部积分，而是想用来和孙管事你做一笔交易。你该不会觉得区白色转盘能入我的法眼？卧槽，这。正如孙管事所知，我现在的寿命连1年都不到，所以这白色转盘我自然也开不了。你想交易什么长生丹的话就别想了，毕竟你这转盘再怎么极品，它也只是一个白色转盘。孙浩的话显然是昧了良心的，有长生丹单方的转盘，那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并且现在这个选项更是高达20%。要知道整个江城现在只有1人掌握长生丹单方。我想用这枚白色转盘换取一张白色抽奖券。白色抽奖券？你换白色抽奖券还不如换飞车。
最近发财了，居然买新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车虽然好，但我现在就只想要抽奖券。如果孙老大不愿意的话，大不了我找别人。行，看在你小子有几分机灵的份上，同意你这笔交易，免得夜长梦多。现在恭喜你抽出奖励，长生丹丹方。怎么区区一头铜影猫都能把我们孙管事吓成这样了？早知道你是抽出长生丹丹方才掉以轻心，老子就不该出手救你。老孙，你这是要起飞的节奏啊！刚刚廖哥救你的这一命，你怎么说也得拿几百颗长生丹给我当谢礼吧？几百颗？你怎么不说几百亿颗？那感情好啊！就这一枚，别的你就别想了。反正老孙，你这肯定前途无量了，到时可别忘了我这救命之恩啊！这小子干嘛的？看在抽出长生丹丹方的份上，我给你个承诺，如果你小子能活到3天后你来找我，我赐你1颗长生丹续命。3天后，说不定我都有100年甚至1000年寿命了。用白色丹方炼制的长生丹，增寿数额只在1到10年之间。可转盘出品的长生丹，就算是白色品质，也至少能增寿10年。所以现在对江毅来说，只要有转盘，这不是难事。我能不能用这个承诺换成3枚白色转盘，垃圾品质的都可以？长生丹换3个垃圾转盘，这小子脑子抽了吧？你要3枚白色转盘干什么？就你那点寿命，也就只能用抽奖券抽1次了吧？我刚刚爆出那几品转盘的时候，罗山是在一旁看着的，我怕他心里有点想法，所以这小子还挺懂人情世故。给你3分钟，快点选。谢谢孙老大。话说回来，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前面的防线不用管了吗？嗨，就那个血焰俱乐部的周一鸣，你知道吧？就那个血焰俱乐部老大包养的小白脸。对了，就是他。这次受潮之乱，那小白脸用传送时传送到了我们乐天俱乐部附近空间区里面去了。那里面的情况你也知道，不仅存在大量没有清理的凶兽，还有各种没有势力归属的散人玩家，可以说是秩序混乱。所以呢，上面就让我带人去把周一鸣给接到我们安全区来。不过前线根本抽不出人，我就想着干脆从敢死队里边摇人，应该问题也不大。行吧，你去摇人，但也别摇太多，20个以内。廖哥，我能跟你一起出那新任务吗？你哪个队伍的？队长叫什么？我的队长叫高畅。高畅那小子，行吧，那你跟着我。最终，廖远峰选了12人，人选和江毅在前世时差不多，罗山和高畅也在其中。小伙子不错啊，这把敢死队里无人敢用的复合弓，倒被你用的这么轻松。我只是碰巧获得了全属性加5的实现效果。你能有这番机缘也算不错，干脆就让你当一个小队长吧。随后3支队伍便一起朝着混乱区前进。怎么突然刹车了？是廖老大先停的车，好像是有散人玩家准备投靠咱们俱乐部。原来那家伙是这个时间加入乐天俱乐部的吗？前世，江毅和这个叫游宇的男人，在一次的任务中也遭到了对方的背刺。都说魅魔出现在梦境中，通过某种行为来诱惑男性，使其献出自己的生命能量。而现在，江毅的队伍在出任务的途中碰到的2兄妹中的妹妹，便是一只魅魔。记得前世游宇这家伙的死，也是因为流血的身份暴露了，据说还牵扯到了一些大佬之间私生活混乱的问题呢。想加入我们，先把你的数据面板亮出来，我看看吧。2级战力即将破300，而且你这寿命竟然高达300多年。随即廖远峰便拿出自己的专属命盘，联系高层征求意见。这哥们要是加入了，恐怕直接就能和廖哥平起平坐。难怪他旁边那女的看上去跟仙女儿似的，这世道没点实力还真守不住那么漂亮的女人。哎，同样是人，同一时间经历的末日游戏，为什么差距就这么大呢？就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俱乐部已经将游宇流血兄妹接去了大本营，而廖远峰带的队伍则继续去寻找周一鸣。我怎么感觉廖哥他好像知道人在哪里一样？人家正式玩家身上各种道具可多得很，那个通过传送时走丢的周一鸣身上肯定是有定位罗盘在的。原来如此，大家都下车，定位就是在这附近了。什么东西烧起来了？
是感受香，只要我们身边有这种味道，一般凶兽便不会靠近了。不过你记住了，感受香的味道是烧焦的烟味，如果你将来闻到一种清清凉凉的薄荷香味，那你可就要当心了，因为还有一种能吸引凶兽的引兽香，就是清凉薄荷味。谢廖哥指点。周一鸣在里面吗？我是乐天俱乐部的廖远峰，是王雪燕派来救你的，听到直接开门跟我回俱乐部。准备破门，可能会有危险，都自己放机灵点。大佬们冷静，我们没有恶意，有话咱们好商量。就你们3个，周一鸣呢？什么周一鸣？周一鸣是那个末日前的顶流明星周一鸣吗？就是他。我们这里没有这么个人。放屁，我根据罗盘找过来的，周一鸣的定位罗盘分明显示他在你们这间商铺里。定位罗盘是这个东西吗？这玩意儿怎么会在你手里？周一鸣呢？果然和前世一样，定位罗盘是找到了，可周一鸣却不见了。廖远峰在通过询问后得知，这3人属于一个名叫绿湾团的小团体，而之所以定位罗盘在他们身上，那是因为绿湾团长抢了我从转盘中抽出来的疾风靴，然后他就把这个罗盘甩给我了，说是给我的补偿。早说了这玩意儿没什么用，早扔了的话，哪至于惹这么大个麻烦。哼，你懂什么？如果能帮到廖队长的话，我倒不觉得是麻烦。你说的那个绿湾团里面成员有正式玩家吗？正式玩家是什么？那你知道你们团长去哪里了吗？他们好像是准备去育才小学找什么人，但也有可能在百上生活超市或者绿湾网吧附近。这样，我带的队伍去育才小学，反虎你带的队伍去生活超市，罗山你就带队伍去一趟绿湾网吧。这里面是1袋感受香和1支穿云箭，如果你们哪一队找到了周一鸣，就发射穿云箭，如果一直到今夜0点都没找到人，我们就还是回这里集合。虽然廖老大的说法是让我们去绿湾网吧，但我们的任务本质上是寻找周一鸣，所以我的想法是，我们干脆就不开车了，一边走一边在路上找人。廖哥安排你当队长，我们就都听你的。从这去绿湾网吧的路，我倒是也挺熟悉的，要不你们4个先行动吧，我肚子不舒服，想先解决一下，解决完了我再追上你们。我看你是想躲任务，在这里躲到我们0点回来集合吧。最多不超过1刻钟，我肯定出发去追你们。你肯定？你拿什么肯定？行吧，1刻钟就1刻钟，我们往这个方向走，沿路应该会残留感受香的味道，你之后记得追上来就行。你们这儿应该有可以上厕所的地方吧？当然有，就在里面。上厕所？这小子是个什么意思？他会不会是看出什么了？如果15分钟内那小子主动离开去追他的队伍，那咱们和他就相安无事，但如果15分钟后他还不肯走的话，丁，恭喜你抽出奖励长生丹。厕所中，男人花了1笔数后券开启丁，恭喜你抽出奖励长生丹。长生丹，那小子留在这里，竟然是要偷偷进行转盘抽奖，而且还一发抽出了长生丹。三哥，长生丹啊，我的寿命不多了，我们冷静，那小子故意留下来偷偷开转盘，肯定是私藏了极高品质的转盘，他抽出来的第一时间肯定就会服用。丁，恭喜你抽出奖励空间手表。冷静，欢哥，那可是空间装备啊！如果我们有了空间装备，以后在转移阵地的时候就方便太多了。淡定，稳住心态，这小子的实力我们还不清楚，不是咱的东西，别瞎惦记，我不会害你们。丁，恭喜你抽出奖励传送符。兄弟们，砍死他！你是故意让我们听到的。我那个廖队长吧，看着凶神恶煞，但骨子里还是太温和了。如果我是队长，那么从我出现在这店铺的那一刻开始，就不会让你有撒谎的勇气。那么现在，聪明的你不妨重新和我讲一讲，你到底是怎么得到那定位罗盘，又究竟知不知道周一鸣的消息？你会放过我吗？真正聪明的人总会有千百种方法让自己活下去。我确实知道周一鸣在哪，不过我也没害你们，你们廖队长去找绿湾团团长也能知道周一鸣在哪，而我之所以引导廖队长去找绿湾团团长，我想其原因你也猜到了。你想借刀杀人？我那个绿湾团团长此前狠狠得罪了周一鸣一把，依他那个愚蠢又狂妄嚣张的性格，在你们廖队长手上绝对讨不到好。所以现在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周一鸣在哪，除非你答应。你没资格和我谈条件。
周一鸣大概率是活不成了。绿湾团长想让狂妄自大的周一鸣陷入绝望，所以把他丢进晴湖公园的晴湖里了。你应该知道，末日之后，那些江河湖泊都成了凶兽入侵的通道，被扔进那里，就等于是被扔进了凶兽世界。没想到在界域战场里面，即便是最低级的界域战场，也至少得是5级玩家才能有最基本的生存能力。我现在进去的话，有点麻烦了。还没问呢，你叫什么名字？赵宽。你身上还有没有没抽的转盘？有的，我偷偷私藏了一个转盘。随后赵宽不舍得将一枚几乎半陷进他肌肉里的蓝色转盘。竟然有死神之冕和升级命牌这2个选项，可惜蓝色转盘需要100年的寿命才能抽奖，可我现在只有21年寿命，只有再等等了。大佬，我愿意跟你混，从今往后我唯你命是从。跟我混啊！从我故意让你们听到抽奖的声音时，就没打算要让你们活下来。随后江毅简单搜了下3人尸体，没再发现其他什么有用的东西后，便将消防斧、自制弩还有一把长刀收进了空间手表。白色转盘抽出的空间手表，虽然只有1立方米不到的空间，但现在也够用了。就算你是队长，也不能这么霸道不讲理吧？只要爆了东西，那就得是属于团队共有的。就这个转盘，我们4个人要怎么分？很简单啊，我们把这个转盘上交给俱乐部，得到多少积分，4个人平分。怎么就只是4个人了？我们这个队伍难道不该是5个人吗？拜托，我们刚刚打怪的时候，你小子压根不在场。可那只妖兽尸体上，我只看到有罗山那把复合弓的箭矢留下的伤痕啊！也就是说，这只凶兽从头到尾都是罗山一个人出力杀的，而你们3个一分力都没出，却能瓜分利益，那我为什么不能参与瓜分？行了行了，让你跟着一起瓜分行了吧？哼，就你这种喜欢占便宜的穷酸废物，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罗山，正所谓人善被人欺，有些人一辈子改不了欺软怕硬的毛病。要知道你现在可是有全属性+5的buff，可不是这种废物能对你指手画脚的。我是废物，那你又是个什么东西？不过就是一个兽流虫，你凭什么敢教训我？这个张鹏交给你处理吧。处理。罗队长，我刚刚是猪油糊了心，不要了，我都不要了。这次也就算了，我懒得跟你计较。但如果还有下次，你摆不清自己的地位，就你这傻逼性格，随时都可能被人一巴掌呼死。我摆清楚自己地位，我以后肯定安安分分。江毅，谢谢。瓜分转盘的要求本来就是张鹏提出来的，所以一旁的李守德和高畅也没有多说什么。等他们刚到绿湾网吧时，突然看到西边的天空有一只穿云锦。是育才小学的方向，应该是廖哥找到周一鸣了。我们先回去开车，然后直接过去。廖哥呢？廖哥去附近的晴湖公园了，我在这里专门接应你们的。这些人是廖哥杀的，他们是绿湾团的人。绿湾团的人说周一鸣被他们打残扔去了晴湖里。这王雪燕到底是什么傻逼恋爱呢？居然还想让我们进湖里找，这里面可是去凶兽世界的通道啊！末日中，女强人的男友每次献祭寿命抽奖，是抽中，而这次是抽中了手头。实力弱小的男人无奈只能使用传送石，但没曾想，传送石将他随即传送到了几个混混的手上，最后更是将他扔进了危险的凶兽世界中。王姐和另外2个俱乐部的老大还要等兽潮平息了才能过来，所以我们需要先进湖里寻找周一鸣。这下面可是凶兽世界，单凭几句话就让我们拼命，这不太合适吧？王雪燕说了，任何愿意进晴湖通道找周一鸣的，都会提前得到1枚白色品质长生丹作为奖励。若是有谁真能找到周一鸣的，甚至还会得到1枚绿色品质长生丹，并且是转盘出品的绿色长生丹。如果是能将周一鸣给活着带回来的，奖励更是1枚蓝色品质的长生丹，并且可以在血燕俱乐部的积分仓库中随意挑选3件物品。卧槽，蓝色品质的长生丹，那长焦额好像最多也只能炼制绿色品质的长生丹吧？这蓝色转盘出品的长生丹，怕不是至少也能增寿1000年了。事实上，王雪燕根本没有蓝色长生丹，这就是她拿来打鸡血的噱头，但其效果却是不错的。在场所有人皆是同意进入凶兽世界。时间紧迫，领了长生丹的必须在2分钟内进入晴湖凶兽世界，若是出尔反尔，那就别怪我不客气。那廖队，像我们从同一个通道进入凶兽世界，最后会被分散开来吗？当然会被分散开。
不过你们也不用太担心，像这种小湖泊，进去之后也还是有概率重新遇上的。哦，罗山，你过来一下。我想用一会儿领到的白色长生丹换你刚刚得到的那块绿色转盘，怎么样？白色长生丹的价值绝对比绿色转盘高哦！你不是已经连一次白色转盘抽奖的寿命都拿不出来了吗？长生丹不是比你更重要吗？那血燕俱乐部提供的长生丹并不是转盘出品，而是人工炼制。现在整个江城区域就只有长焦鹅能炼制长生丹，可我和长焦鹅有仇，所以我就是死也不会吃它炼制的长生丹。可以是可以，但换了之后你别又后悔啊！你就放心吧，你别后悔，你就放心吧。小兄弟，你用长生丹只换一个绿色转盘，可是亏大了。哼，你什么意思？呵呵，什么意思？和平年代的交易都还讲究个价高者得，而这都末日了，我愿意用3块绿色转盘换你1枚长生丹。你他妈开什么玩笑？我手里的绿色转盘虽说不是什么极品，但也好歹算个中等品质，而你这3块绿色转盘全他妈是垃圾的不能再垃圾的东西。江毅他摆明就是坑你的。呵呵，小兄弟，你可想清楚了，那凶兽世界可是吃人的地方，一个不慎人就死在里面了。我无惧，虽说不是什么顶级大佬，但战力却逼近200。你现在和我交易，不仅在转盘数量上更占优势，还能借机和我攀个交情。待会儿在里面碰到了我也能带你，但如果你决定和这哥们交易，那么你恐怕是得不到半分好处的。哼，至于你手里拿着个中等品质的绿色转盘，还敢张扬出来，也不怕进了凶兽世界被人杀人夺宝。哟，吴队长这气焰真够嚣张的，怎么还当众威胁起来了？开玩笑，开玩笑，我哪敢威胁乐天俱乐部的成员啊？廖队长绝对误会了，不过就是1枚长生丹罢了，我只是希望这位小兄弟能够多一个选择。现在你那个长生丹到底是要和我换3块绿色转盘，还是和他换1块绿色转盘呢？江毅，你和罗山换还是和吴旭换？你按自己的心意来，不用有任何心理负担。我就选吴队长手里的3个转盘吧。你没开玩笑？你小子考虑清楚了？我考虑清楚了。小伙子，你很有前途，我刚刚说的依旧有效。如果在凶兽世界遇上了，我会罩着你。廖队长，什么事？我想在这里将我的绿色转盘抽掉，希望廖队长能帮我护法。我希望你不要意气用事，这绿色转盘抽奖可是要付出10年寿命，你抽了可就剩不了多少了。廖远峰之所以对罗山比较上心，那是因为他觉得罗山人品还算不错，现在又有全属性加5的现实棒，如果罗山能成长起来，他是愿意培养成心腹的。我想得很清楚，这个转盘的品质不差，如果我现在犹犹豫豫不敢抽，万一等到进去后遇到危险，那也是白白浪费了剩下的寿命。行吧。男人花费10年寿命开启转盘抽奖。恭喜你抽出奖励 BGM 音箱。这有什么用啊？ No。有一句话叫做“没人能在我的 BGM 中打败我”，这 BGM 音箱便是差不多的效果。我还是不明白。你打开试一下就知道了。看来和我之前见到的那一个音箱一样，它里面一共是有3首 BGM。第一首奇异恩典，能够让5级以下的凶兽不对你产生敌意，其效果比感受箱还要强得多。第二首十面本，能够让你获得一个激战状态，提升战力。最后一首回家，则是可以让你的伤势、体力、精神等状态加速恢复。攻守兼备，这 BGM 音箱非常适合我。狗屎运还挺好，但愿你进去了不要碰到我。我果然没看错这小子。江毅，你刚得的3个绿色转盘，要不也趁热打铁抽一个，我帮你护法。江毅小兄弟，我也可以为你护法。我现在的寿命连白色转盘抽奖都不够，又怎么可能进行绿色转盘抽奖？难怪他会用白色长生丹换我的3个垃圾转盘，反正换了好转盘也不能抽奖。不过那转盘在他手上不久浪费了吧？那小子叫江毅。对，有什么问题吗？那小子嘴里没一句真话，我看过了。寿命是21年，并且他和那罗山一样，身上有个全属性加5的实现状态。除此之外，他手上的那块手表，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空间装备。全属性加5 ，21年寿命，还特么有空间装备，好小子，他扮猪吃虎。不对，你是怎么？我有一个探查技能，可以探查等级不超过我的玩家的数据面板。早看完了，现在戒备也没用。随后2个都不想救周一鸣的领导，又谈起了江毅和长焦娥那些狗血事迹。此时
江毅已经到达了秦湖凶兽世界，可让江毅意外的是，秦湖凶兽世界竟然是极夜环境。他没有犹豫，拿起转盘就准备开始抽奖。我现在的寿命只有21年，还好这3个绿色转盘中有一个有长生丹的选项。丁，请选择你要指定的转盘奖励。我选长生丹。丁，恭喜你抽出奖励长生丹。一口气增加了300多年的寿命，绿色转盘出品的长生丹效果简直逆天。随后江毅直接拿起蓝色转盘，看到上面的2个选项，则是让他犯了难。死神之冕可使10级以下的绑定者在受到致命伤后，瞬间获得1年寿命，并以全胜状态复活；而升级命牌，则是可以让他升到1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正式玩家。丁，请选择你要指定的转盘奖励。我选升级命牌。丁，恭喜你抽出奖励升级命牌。虽然死神之冕很好，但如果真遇到了危险，以我现在的能力，就算复活了也跑不了，还不如选升级命牌。玩家身份认证中，玩家信息录入中。丁，恭喜玩家提升至1级，获得专属命盘，开启线上交互功能。专属命盘一经绑定便不可损毁，大多数人都以为专属命盘只能幻化为实物，却不知还能融入大脑中。江毅，你是江毅吗？哦，你是李守德吗？你能看到我？是的，是我，我能看到你。这种凶兽世界的极夜环境可不是一般的黑暗那么简单，在这里即便是带了照明道具，也都是照不出光来的。但是这种叫腹内明的果子，吃1颗就能获得2个小时的夜视能力。哦，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之前跟着敢死队闯过其他凶兽世界，所以随身带了一点这种果子在身上。这种果子也不算珍贵，一般极夜环境的凶兽世界里都会有生长。这个你拿着吃了吧。哦，这也太神奇了，竟然真的能让眼睛在夜间视物。哈哈，末日游戏降临后，神奇的东西还少吗？哦，对了，小江，你和李叔说句实话，我之前看你之前揍张鹏那小子的时候，动作一点不拖泥带水，你是不是有点功夫在身上，故意藏了拙？李叔突然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其实也不是什么别的意思，是我刚刚过来的路上发现了一块蓝色转盘，只是很可惜那个蓝色转盘附近有凶兽驻守，所以就放弃了。但现在我遇到了你，我觉得那个蓝色转盘，我们2个人的话，或许可以想想办法把它搞到手。可就算搞到那块蓝色转盘，可转盘只有1个，我们2个人。这个好受，我们边走边商量，那地方离这里很近。你快看那棵树上那个鸟窝里面那个蓝色的，是不是就是蓝色转盘？蓝色转盘是看到了，可我这也没看到有什么凶兽驻守啊。之前我看的时候，那鸟窝里还有一只挺凶的鸟兽来着，估计是跑哪觅食去了。正好我们赶紧趁机把那蓝色转盘偷下来。小江，你爬树快不快？我在这里给你望风吧。啊！男人在鸟类凶兽的老窝中偷了一个极品转盘。快跑，咱们找个地方分赃去。这长生丹升级命牌，还有长生丹单方，卧槽，甚至还有一个天赋，极品啊，超级极品啊！10个选项有8个都是正面效果。李守德的声音激动至极，简直像乞丐中了500万大奖。小江，你怎么看上去没有很激动的样子？我该激动什么？杀了李叔，然后抢夺这块蓝色转盘吗？小江，你放心，李叔我和张鹏那个蠢货不一样，杀人夺宝完全没必要。李叔我是明白人，再者说了，我本来也没有100年寿命去抽这蓝色转盘，这转盘就给你了，只要你能记下这份人情，李叔我绝对毫无怨言。李叔与我无冤无仇，自然不该对我有什么怨言。可奇怪的是，我为什么就对李叔你心生杀意了呢？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我主动交出蓝色转盘，你还不满意？从那棵树到我原本待的地方，其实不算很远。李叔应该是听到什么动静才找到我那儿去的吧？确实，我是听到转盘抽奖的声音，才朝你那个方向找过去的。是的，我听到了你抽出升级命牌的声音，但你放心，我对你绝对没有恶意，我可以装作永远不知道这件事。真的没有恶意吗？那这块蓝色转盘，不，准确说是这块诅咒转盘是怎么回事呢？李叔，你怎么不说话呢？都不用找一些借口继续拖延时间嘛。反正距离腹内明的副作用生效已经没几分钟了，不是吗？奇怪，一个连正式玩家都不是的敢死队成员，手里比传送符还高级的传送使。江毅思忖片刻，却也没有太过懊恼，开始周围寻找腹内明和其副作用的解药。夫人，你怎么在这里？我买了台新车，这不过来试试。
最近发财了，居然买新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好，等我将这诅咒转盘给卖了就去买。玩家若只单独服用腹内明，便会在10分钟后使全身感到火烧般的疼痛。还好这解药也不难寻找。这蓝色转盘如果不是诅咒转盘，倒还真是个极品。诅咒转盘中的10个选项其实是由玩家填上去的。如果将一真用来抽奖，那么他付出的100年寿命则会被转盘吞噬，然后在1天内鸣出一枚血色长生丹，玩家服用后便可增寿100年。所以诅咒转盘又被玩家们戏称为诈骗转盘。随后江毅便把转盘挂在了专属命盘的交易区上。男人刚得到一笔巨款，马上就用来转盘抽奖。丁，请选择你要指定的转盘奖励。我选择探查之眼。丁，恭喜你抽出奖励探查之眼。探查之眼启动。探查到窥探之眼，正在解析清除。江毅原本是想直接购买大量垃圾转盘开始抽奖的，只是临时决定先弄个探查之眼检查一下，但没曾想还真发现了窥视之眼。会是谁呢？李守德、唐珂、长娇娥，还是……江毅沉下心，静静将重生以来发生的一切在脑海里如过电影般一幕幕放送。突然，他眼神一定，他想到了他跟着廖远峰的队伍离开乐天俱乐部的时候。那时候，他们的车队遇上了来投靠乐天俱乐部的游宇有雪时，江毅他犯了细节的错误。当时车队所有人看到有雪这个魅魔的反应，几乎都是眼神迷离的，唯独江毅的神情出奇的镇定，这就是有雪对他产生了兴趣。被发现了吗？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是那小子真的察觉到什么，还是刚好运气那么好，他又进行转盘抽奖时，刚好抽出一枚探查之眼，然后就发现了呗。巧合吗？管他是不是巧合呢，反正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猜到窥探之眼是我们放的。也对，他站明，我们站暗。不过这个江毅6次抽奖都出了正面效果，恐怕是有什么祝福类的幸运 buff 在身上。恐怕是比我的月神祝福更给力的幸运 buff 呢。将窥探之眼清除后，江毅又找了一处树洞藏了起来，随后又在交易区上花了10几天币，一口气收购了102个垃圾转盘，其中100个一个绿色和一个蓝色。丁，恭喜你抽出奖励虚无之影。虚无之影使用之后，能让玩家在3分钟时间里陷入一种被黑影笼罩的虚无状态，不可被攻击，亦不可被探查。接着，江毅又开始抽奖，他的目标全是全属性+1的选项。当他的属性来到100时，系统就传来了提示：丁，你的属性已全部达到当前等级上限，请尽快提升等级。属性上限，前世可没听说过有这个概念啊！我本来还想上演1级的我杀穿万族之类的戏码呢。随后万念俱灰的江毅将余下的转盘也给抽了，得到了一枚蓝色长生丹，一个能抵御精神攻击的新型配，一个1级技能飓风之浪。还剩43年的寿命，不过这颗蓝色长生丹至少也增寿1000年，再等10几分钟就能吃了。大家再坚持一下，吴队长马上就来。多谢吴队，要不是你带人及时赶到，我们4个恐怕都要丧命于此。没事，举手之劳。不过那群鸟兽为什么会气势汹汹主动攻击你们呢？我也不知道，我们只是刚好发现那边有个树洞，想过去查看周一鸣会不会在里面，结果刚靠近，那群鸟兽突然就攻过来了。谁在里面？蒋毅，是我。原来你早就躲在树洞里了，我们刚刚苦战的时候，你怎么不出来支援？嗨，这也不能怪蒋毅，就他那点实力，就算出来也不过是送死罢了，怎么可能还支援你们？再者，之前进秦湖凶兽世界我就说了，这蒋毅小兄弟可是我罩的。蒋毅小兄弟，你也看到这凶兽世界的危险了，要不你把那3个绿色转盘也给我，我保证在任务结束后安全的送你上去。之前交换长生丹的时候，吴队长不就说带我吗？小兄弟，你这可要搞清楚，上次说的是带你，可没说是全程带你呢。既然吴队长这么想要，那我就给你吧。鸟蛋。难怪那群鸟兽会攻击我们，原来是江毅偷了鸟蛋。完了，我们完了，这群鸟比之前的更多更强。
嘿嘿，吴队长，你们就慢慢玩吧。当鸟兽传过来后，江一本打算使用传送图离开，可后面他却惊奇地发现，那些鸟兽不知为什么只攻击无序的队伍，而并没有一丝一毫要攻击他的想法，甚至是有些害怕他的意思。蒋毅，这些鸟兽不攻击你，救我，你快救救我！好吧，看在旭哥刚刚照我的份上，我也照你一次吧。错了，蒋毅是我错了，我给你赔礼道歉。我。女友趁我睡着后偷走了我用寿命换来的长生丹丹方。我的兄弟在我抽出极品道具后选择了背叛我，他们靠着我的道具迅速成为一方大佬，而我却只能在末世中苟延残喘，甚至最后还被一道金光给抹杀了。好在老天不负我，让我重生在了末日后的1个月，并且还给了我指定转盘道具的能力。这一颗蓝色长生丹就增加了近万年的寿命。果然运气好的人就越来越好。随后有了寿命后的江毅，一口气将挂兽诅咒转盘所剩的时间币全用来购买转盘。时已到，今日排行榜数据已更新。丁，恭喜你在战力榜排名第1名，获得奖励特殊转盘。丁，恭喜你在等级榜排名第1名，获得奖励特殊转盘。没错，江毅在这仅有的几分钟里，迅速将等级刷到了10级，而属性自然也刷到了10级升级。而之所以排行榜上都是10级，那是因为继续升级就需要先用转职转盘抽取职业进行转职。目前整个江城区也才黄星一人转职成功，并且还是江毅成为正式玩家后才发生。战力榜第1，我倒不意外，可这等级也第1。我记得等级榜的排名规则中，相同等级的应该是按升级时间先后去排的啊。我操，这他妈怎么回事？难道黄鑫使用改名卡了？战力榜第1竟然也是江毅，这到底怎么回事？我辛辛苦苦都才升到3级，这人直接第1，我他妈接受不了啊！你妈接受不了，就让你爸来接受吧。我想起来了，就不久前在交易区，也是一个叫江毅的在挂兽诅咒转盘，当时还很多人骂他呢。在聊天大厅也看不到我为什么能直接空降等级榜第1，还是先把特殊转盘给抽了。目前特殊转盘只有通过触发系统成就才能获得，虽说奖励不足，但每个特殊转盘上面也只有1至3个正面奖励，其余都是负面，并且还都有一个强制抹杀的选项，所以很多人就算得到了转盘，也不敢抽奖。不过好的是，从特殊转盘上抽出的奖励，第一时间就可以给玩家补定。丁，请选择你要指定的转盘奖励。我选择凶兽巢穴。丁，恭喜你抽出凶兽巢穴，请问是否绑定？是。丁，绑定成功。凶兽巢穴实际上就是一个窝，玩家可以凭心意自由切换2处的位置。在前世，江毅也只是听别人说过，这就是一个山洞啊！这里仿佛被设下什么禁制，看不清外面是什么。丁，当前巢穴等级不足。巢穴等级，意思是说，如果提升巢穴等级，就可以打破入口屏障，从这巢穴中出去。那外面是什么呢？江毅虽然很好奇，不过暂时他也不知道这巢穴空间要如何升级，所以又将注意力放在另一块特殊转盘上。虽然侍从卡可以获得一个绝对忠诚的侍从，但如果身份卡能开出兽族身份，那将对我更有用，到时可能还能凭借兽族身份获得高星职业转盘。末世游戏中拥有万族，外族在这末世游戏中存在久远，而江毅他们却才刚刚开始。在前世，江毅记得一位名叫陆离的世界级前辈说，人族在万族之中，简直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丁，恭喜你抽出身份卡，请问是否使用？是。正在为你生成新身份。丁，恭喜你获得新的玩家身份张三。张三，特么的我该不会是这特么的到头来还是人族啊？一个人族的新身份其实也还是有用的，以后这个张三的身份升到10级后也可以进行转职，也就相当于可以拥有双职业。随后江毅又打开了聊天功能，而论坛频道最火的帖子依旧是4大公会对10级玩家共同探索无尽海的邀请，以及各个势力专门对江毅发出的邀请。所谓无尽海，便是江城周围的未知海域，而4大公会则是江城目前最强的势力，其中竹月公会势头最盛。主月公会原本是由4位会长共同把控，而只要江毅愿意加入，那么主月公会将迎来第5位会长，且待遇与其余会长同等。江毅看完帖子的内容后，接着就笑不得了，因为下面全是与他同龄之人的回帖。不错，你们这个区域原来的战力榜第1还算识相，我会认真考虑加入你们公会的。上面哪来的冒牌货在这搞笑？我特么才是江毅本尊，你最好不要让我遇见你。呵呵，区区江城，玩家胆子是真不小，短短时间竟然出现这么多冒充我的废物。我江毅今天把话放在这里了，我会在1天之内杀光所有的江毅，见一个杀一个，劝你们那些冒牌货
趁早把名字改回去，否则别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江毅想了想，也在那帖子下发了条回帖。如果骆会长真有诚意的话，不知是否愿意忍痛割爱，送我几个特殊转盘。我认识的那个江毅已经被我杀了，这个江毅肯定不是他。唐科，你觉得这些江毅中哪一个才是真的？唐科回神，倒也没说自己有个同学也叫江毅这件事，而是仔细分析起来，最终他将目标指向了最后一个回复。他可能确实对特殊转盘颇感兴趣。你们觉得呢？我和老唐想的差不多。老唐分析的确实很有道理，那个问你特殊转盘的可能是真的。怎么说？直觉。特殊转盘确实还有，不过这5个都只有一个特殊选项的最低等货色。如果大佬感兴趣的话，可以在今夜0点之前来小滨港公园外的那个江滩。你应该也知道，特殊转盘具有特殊性，无法用交易去交易。最终不论大佬是否愿意加入主乐工会，我都愿意送大佬1枚特殊转盘，以换取大佬的一丝好感。江毅在看到骆长青的回复后，而是直接睡起了大觉。第二天再醒来时，已经是上午8点，该出去逛逛了。那边有人。强毅你花了1天的时间，从1级升到10级，排行榜第1。可当我再见到队友时，他们却以为我只是与排名第1的大佬重名。你小子居然还活着，也真是命大。不过江毅，我劝你之后有机会的话，把你这名字给改了。为什么要把名字改了？你这个名字刚好和一位跨区域的顶级大佬重名了，而且因为一些原因，那位大佬已经扬言要杀光江城所有叫江毅的。我去，这些大佬都是这么嚣张的吗？廖远峰说出这句话后，其余人皆是纷纷热议，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聊天区所发生的事。对了，江毅，要不把你数据面板秀出来给我看看？听到要看江毅的面板，一旁的李守则也正暗戳戳的期待着。江毅笑脸黑，指甲，他被江毅悄无声息的给干掉了。这是发生了什么？不是，没什么，我刚刚就是突然想到一件高兴的事。刚刚从李守德身体中飞出的诡异黑符是什么？而且诡异黑符进入廖远峰体内后，不但没有发生意外，似乎还让他获得了什么好处。江毅，你应该不会就是战力榜第1的那个江毅吧？要不要杀了廖远峰，把那诡异黑符给抢过来？算了，那黑符确实是透着一股不祥的气息，甚至在李守德死后，还将他的尸体给腐化了，并且还有自主意识，还是先观望一下为好。廖队别紧张，空降等级榜第1的江毅不是已经被大家确认是跨区域的玩家了吗？我早几天就加入乐天俱乐部了，又怎么可能是什么跨区域大佬？可就算你不是等级榜第1的江毅，但你这实力好像也不对吧？肯定不对啊，因为现在我也有车了，实力自然不同了。最近发财了，居然买新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好，我待会儿就去买。不过我还是觉得你的实力不对。我来到这处凶兽世界后，也算有一番奇遇，现在已经是正式玩家了。那你现在战力多少？这句话是廖远峰下意识问出来的，不过江毅没有回答，于是廖远峰也只有尴尬的摸了下鼻子，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要求江毅的数据面板的资格了。不说也就算了，不过等你从这凶兽世界回去，得跟我回俱乐部，登记成为俱乐部的正式成员。那如果我不想加入乐天俱乐部呢？不加入乐天俱乐部，那你想干嘛？难道你还想上天？上天倒不至于，不过我确实是有点搞事情的想法。廖哥刚刚好像是从那诡异黑符上得了什么好处？你什么意思啊？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想从廖哥手上借点时间币用。借？对，我身上有个加幸运的祝福效果快失效了，所以想趁那效果失效前再开几个转盘，看能不能捞一笔。加幸运的祝福效果，难怪你小子成长这么快。时间币没有，不过我手头倒还有几个转盘可以借你应急。你想抽什么颜色的？有紫色吗？紫色转盘。你当紫色转盘是什么地摊货吗？要知道，即便是10个10级玩家组的队伍，想要打出紫色转盘也并不容易。那蓝色转盘呢？最好是上面有长生丹选项的。长生丹选项确实是有，不过却是个垃圾品质。你要是嫌弃的话，不嫌弃，不嫌弃。我操！你都不考虑一下的吗？万一抽出个强大凶手，我们全得死在这里啊！叮，恭喜你抽出奖励长生丹。
你的幸运效果还在吗？我这还有几个垃圾转盘。还有几秒，快！干，直线到了。你什么意思？用了你一蓝100个转盘，那这白色长生丹就折价20年必卖你，你要不要？转盘出品的白色长生丹增寿年限在10到100年之间，所以江毅这个20年币的售价已经算是很开心了。我们先加个好友吧，你给我一点时间筹钱。行。你不是说你不下来吗？我们血燕俱乐部刚刚有人传来消息，说这处秦湖凶兽世界有点特殊。特殊？我没觉得有什么特殊啊，甚至其危险程度比我之前探索过的任何一个都低。这个凶兽世界探索难度确实低得离谱，但是我们想回去恐怕就比较难了。什么意思啊？据探路成员的消息，回去的通道似乎在一片瘴气沼泽的深处，那瘴气有剧毒，并且沼泽之中似乎也有大量凶兽蛰伏。你明知道那瘴气沼泽的存在，竟然还敢进此处凶兽世界？你可能低估了王雪燕对周一鸣的在意程度，只要周一鸣在这里，那他就一定会想方设法来攻克这处凶兽世界。我可是听说那些被强大凶兽镇守的通道附近，可是大概率存在什么宝贝的。你现在还能用技能看到江毅的数据面板吗？不能。关灵的探查技能只是不能探查比他等级高的玩家和有防止探查道具的玩家。他该不会就是空降等级榜第1的江毅吧？我也怀疑过问过，他说不是，恐怕他是获得了什么防止探查的道具。也对，毕竟空降等级榜第1确实得是其他区域来的玩家才能做到的事。男人限几千年寿命开启转盘抽奖，甚至最后还被扔进了凶兽世界中。而现在江毅他们来到这处凶兽世界后，却发现回去的通道被凶兽占领了。谁？不好，有人投放引兽肉瘤。只见引兽肉瘤砸进沼泽后，沼泽里皆是有长相丑陋的凶兽冒头，并且在树林中还有大量的黑人兽。江毅，传送符有没有传送符？我有，但只有一张。关灵，你个贱人，不得好死！传送符实力要低得多，但凡关灵运气差一点，都可能直接传送到沼泽中心去。不过好在他这次运气不错，直接传送到了鸟群后方。是他。姐，是我，关一啊。你跑什么？我只是看到那边好像有兽场，所以害怕。我看到了，是你惊动的凶兽群。什么？姐你在说什么？哼，你姐我如果真是个傻子的话，混不到今天的位置。说吧，为什么害我？我恨你，你不得好死。不说问问他为什么恨你吗？为什么？有意义吗？你觉得人性是一直如此吗？还是末日后才变成这样的？一直如此。看在你这么难过的份上，我给你讲个好消息。廖远峰之前有一波奇遇，获得了一张诡异黑符，具体有什么效果我也不清楚，不过我觉得他有一定可能还没有死。我真是谢谢你啊。关于那个瘴气沼泽，你有什么想法？本来没什么想法的，刚刚看你乱扔烟头，突然就有了想法。你是说放火？不确定有没有用，不过我想试试。好，就放火。现在我们自由行动，1个小时后到沼泽外的小树林集合，再商量放火的事。和关灵分头行动后，江毅便直接朝着沼泽的方向去了。只是他本打算先找个隐秘的地方藏起来，然后进巢穴空间把从廖远峰那里换来的20年币的任务，但没曾想却是先找到了瑟瑟发抖的罗珊和周一鸣。这俩货全身发黑，明显的中毒症状，似乎观察距离也不远，应该都没有服用过腹内明和冰丝果，也不知道罗珊是怎么找到周一鸣的。江毅思索着要不要帮罗珊一把，但又想起前世被好友背刺的遭遇。我们是战友，一辈子的那种人，我会带着你的那一份风风光光的活下去。罗珊，希望你好运吧。随后江毅又换了一处隐蔽灌木后，才闪身进巢穴。这公共交易区最高级的也只是蓝色转盘，我得先将资产提升上去，获得使用 VIP 交易区的资格。于是江毅一口气又收购了他将抽到的东西全挂在了公共交易区上。在售卖物品的期间，江毅又逛了逛论坛。似乎孙浩成为长生丹炼丹师后，还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事呢。论坛上内容的大致意思是，孙浩成为长生丹炼丹师后，准备加入一家名叫银霜俱乐部的势力，而恰好对方势力的老大为凌霜与长娇娥是死对头，所以长娇娥便已成立丹盟，让整个江城永远不再存在傀儡炼丹师的名头，抢夺孙浩。凌霜会长的好意我心领了。
还是想加入长娇娥的炼丹师联盟？说了，你过去了的话，长娇娥会杀了你的。她的为人我再熟悉不过。末世前，魏凌霜和长娇娥是室友，只是其关系非常恶劣。长娇娥如此大张旗鼓的邀请我，若我真死在她手上，那不就等于打她的脸？再者你说长娇娥会杀我，也仅仅只是你的一面之词。行，你是高贵炼丹师，你有选择的自由，但我希望你发帖，让长娇娥亲自接你去他那什么俱乐部，并且让他回帖立誓，公开表示会确保你的安全。随后孙浩按照魏凌霜的要求发帖，而长娇娥很快就回复了过来。我不知道银霜俱乐部的魏凌霜和你说了些什么，但是你放心，我愿意在这帖子里当着全体正式玩家的面，承诺尽我所能保你平安。不过亲自接人的话，恐怕要等我从凶兽世界回来了。没关系，我可以的。我刚得到一个准确消息。什么？江毅他还活着，我查到他之前是在乐天俱乐部当兽流虫，就在昨天晚上，他加入乐天俱乐部敢死队，然后出了一个去秦湖凶兽世界找人的任务。你要去秦湖凶兽世界吗？丹已经准备要下去了。关于空降战力榜和等级榜第一的神秘大佬，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也有和我一样不太舒服的预感。呵呵，你这不叫预感，叫心理因素作祟吧。预感也好，心理因素作祟也罢，我都必须去亲自确认一下。确认杀人灭口才对吧？此时的唐科正在和竹月工会的成员商讨神秘将义挂售大量长生丹的事。虽然不知道这个神秘的江一怎么会有这么多专盘出品的长生丹，但以他突然挂售大量丹药的做法来看，他应该是想尽快提升身价，获得使用 VIP 交易区的资格。他莫不是想要紫色转盘？钱勇，你去把 VIP 交易区的紫色转盘都收购下来。好不容易有了进 VIP 交易区的资格，但没成想里面连一个紫色转盘没有，丫的不应该呀！江毅无奈，便干脆在 VIP 交易区进行了一次匿名挂售。传送符，你遇到了什么危险吗？这是我找的3个帮手，都是正式玩家。我叫祖安，读快点就是转，你可以叫我转神。祖安神。转神是血焰俱乐部的佼佼者，他身上有剧毒抗性的被动技，同时还拥有对毒物具有针对性的技能。这位是学神上清华，他是前年的江城理科状元，掌握一款相当强力的火系技能。这位杜元泽是你们乐天俱乐部的一位正式成员。谁？是周一鸣。此时周一鸣和罗珊两人身上又是剧毒又是伤，关龙赶紧过去给周一鸣喂了回春和解毒丹。你不是有 BGM 音箱吗？怎么不用？里面有回复状态的 BGM 吗？我他妈刚传送进这个凶手世界，就从一个山坡上滚下来，这妈黑灯瞎火的，我眼睛根本什么也看不到， BGM 音箱也不晓得滚到哪去了。我一路到处摸索，不知道怎么就中了毒，不过好在音箱没摸回来，把躺尸的周一鸣给摸到了。你哭个屁！把这2种果子吃了，视野就开阔了。服用过腹内明和冰丝果后，罗珊这才看到江毅，他像看到亲人一样，就差没冲过去喊一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了。而至于周一鸣，关灵见他迟迟不醒，便干脆又喂了一粒人工炼制的白色蛇头丹，这才终于好转。我是关灵，把这个吃了，你就能看到了。关灵，安，上清华，王雪燕呢？我要见王雪燕。特么的六丸团，我要灭了他们祖宗18代，我要他们不得好死。六丸团已经被灭了，你现在是在凶兽世界，王雪燕有事没有进来？凶兽世界，我听到凶兽世界，周一鸣身上嚣张的气焰瞬间弱了一大截。王雪燕为什么不来？有什么事能比我的安危还重吗？你抽出的兽巢，他得负责到底。可这个凶兽世界情况有些特殊，我们现在先想办法带你回去。行吧，我希望你们能尽快将我平安护送回去。在去往沼泽的路上，罗珊目光在地上到处看，倒是把他的 BGM 音箱和弓给找到了，他沮丧的心情一下子恢复。残骸，好多人类残骸，真希望陆远峰也在其中。这些毒气万一引发爆炸的话，还是挺危险的。可惜我的火系技能攻击距离不远。罗珊那里刚好有一把复合弓，我们远程放火。就在众人远离瘴气沼泽，江毅正要射出箭矢之时，他的目光忽然朝着树林处望去。怎么了？难道又有人搞暗算？没什么。江毅，他果然还活着，而且是活得好好的。此时长娇娥心里是一种难以琢磨的感受。她刚刚远远看着江毅抬手拉紧弓弦的样子，脑海里莫名浮现起他曾经抄录过的一句话：再见少年拉满弓，不惧岁月不惧风。江毅这个人，长娇娥是喜欢过的。
如果我没有活着回去，那么应该是死在了江毅手上。你看到他了？看到了。然后呢？然后长娇娥就没有回复了。堂哥心跳不觉有些加速，那是一种不受控制的莫名的不安。我准备直接参与这一批次的无尽海域探索。为什么？无尽海就是江城周围的神秘海域，其中危险重重，越是前几批次探索的，越死越快。那个方向的几把江毅很可能是我认识的人，你们有着难以和解的生死大战。你也不用太担心，他也不一定就是我认识的那个江毅，因为我认识的那个江毅，他没有跨区域。如果你还想知道关于他的性格的，我只能说，在我和他结下生死大仇之前，他性格挺正派的。但是现在我不知道。行了，不说了，但愿将来我们还有机会再见。另一边，爆炸有越来越大的趋势，我们赶紧退。江毅呢？他在哪？亲爱的，你在找我吗？前女友为了杀我女人，直接跑到凶兽世界来寻我，但她却想不到，我一直也在等她上钩。亲爱的，你在找我吗？一瞬间，长娇娥心脏仿佛要跳出嗓子眼，似乎身后站着的不是昔日男友，而是死神降世。江毅。对啊，是我。果然，你刚刚就注意到我了。是啊，可把我给高兴坏了。没想到啊，你的行动力还是这么惊人。我还依稀记得，你以前还说过一句励志鸡汤。叫什么？只要有了勇气和行动力，这世上就没有做不到的事了，是吧？江毅的声音听上去就像老朋友叙旧，没有控诉，没有咒骂，甚至似乎没有恨意。你还记得啊？但是江毅，我这辈子做过最勇敢的事，就是主动追求你。我还以为你做过最勇敢的事是偷长生丹丹方呢。呀，怎么回事呢？捏在手中的传送石怎么捏不动呢？净空领域罗盘。净空领域罗盘能够使移动区域内的空间手段全部失效，这是江毅从一块蓝色转盘上抽到的。你猜到了我会来。嘿嘿，你都查到孙浩了，如果还没查到我，那你还是长娇娥吗？你如果真的那么了解我，那你觉得我来这里是为了杀你的吗？不然你该不会想说你是来解救我的吧？难道你还想说当初偷走长生丹丹方是为我好吧？哼，你抽出丹方的事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虽然当时大家都不知道丹方要怎么使用，但光是长生丹丹方这5个字，你应该知道它的魅力有多大。你觉得当时那样的东西留在你身上真的是好事吗？谢谢啊，谢谢你千里送人头，谢谢你给我讲笑话，这么有意思的画面，我得拍照记录一下。哎，你换新 iPhone 了？那多贵呀！现在上转转买二手才更划算。我这苹果15只花了3900，比新款便宜2000。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性价比也挺高的，大屏幕看剧可爽了。真挺便宜的，靠谱吗？放心吧，我研究过了，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保修。总之，买二手上转转就对了。好，我下去了就买。长娇娥，作为你千里送人头的报答，我必须得告诉你，不论你外表包装的多么明媚美丽，多么完美无瑕，你最深层的潜意识里一定也知道，那个真实的你就被杀死了吗？专属命盘。看着长娇娥死后掉落的专属命盘，江毅陷入了沉思。按照一般规则，专属命盘一经绑定，便不可损毁，不可掉落。但根据后世大佬的总结，这场末日游戏的规则可以区分为普通规则和特殊规则。特殊规则的产生，就是因为有特殊转盘的存在。前世听说过一种叫做替死鬼的特殊道具，或许长娇娥就是用了它。雄吉，主人，开光。是的，长娇娥没有死。从特殊转盘中抽出来的替死鬼道具，替宿主死后可以在替死鬼储存的位置重生，但同时重生的他将退化为非正式玩家，他所拥有的天赋、技能、属性等全部伴随专属命盘一起失去，但他所拥有的道具都还在。他的侍从雄吉也依旧忠诚。长娇娥收拾好情绪后，当即便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一粒绿色长生丹和一块升级命牌，这是他早前便为自己准备的后路。开车去银霜俱乐部。好久不见，你去雄兽世界就是为了杀江毅？虽说末世前江毅与长娇娥谈恋爱的时候，魏凌霜对江毅也没有好感，但自从汉江大学爆发兽潮，江毅以一己之力就出众师生后，魏凌霜便对江毅产了别样的情绪，所以这段时间他也在调查关于江毅的一些事。我不认识江毅这个人。哼，孙浩，但愿你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孙浩在你手中死了，我看你怎么向大家解释。
如果炼丹师联盟真能顺利成立，将江城所有的炼丹师全部囊括在内，那么到时候不管是回春丹、解毒丹之类最基础的丹药，价格也可以比现在高更多。如你所想的那样，到时候不管是长生丹炼丹师，还是普通炼丹师，其地位都会水涨船高。来，为我们的未来握手。好，心绞痛，你对我做了什么？你听说过千丝谷吗？放心，我既然在帖子上公开承诺过，自然就不会杀你，只要你乖乖听话就没事。江城之所以没有其他长生丹炼丹师，那是因为其他人都被长娇娥给干掉了。只是现在长娇娥失去了炼制长生丹的能力，他不得不将孙浩。难怪人说最毒妇人心，长娇娥、魏凌霜，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没错，在这之前，魏凌霜就已经对孙浩下毒了。来吧，亲爱的，请开始你99%的努力吧，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哦。江毅也没想到，他之前为预防长娇娥一见面就偷偷给他使用的窥探之眼，竟然能跟着替死鬼道具死后重生的效果转移到长娇娥身上。而他之所以说出这句话，那是因为长娇娥成为江城第一炼丹师后，曾发帖说过，他的成功并不是依靠长生丹丹方，其中99%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该过去了，那瘴气沼泽爆炸后，似乎产生了某种变异。男人只想这个是一种留影道具，配套的还有一只负责拍摄的小蜜蜂。如果我没猜错，这个淤泥怪很可能是同样拥有数据面板的兽族大佬。以我们在场这些人的实力，恐怕根本难以对付。但如果能打死那只淤泥怪，说不定能爆出界域核心。没想到这家伙还知道界域核心。大佬，什么是界域核心呢？尚清华想了想，并没有回答，而是将目光转向关灵。关于界域核心，我了解也不多，只是听说像四大公会之类的顶级势力，他们对一个凶兽世界的掌控，就是靠掌握界域核心。据江毅前世所知，被划分成各个区域的城市，所连通的凶兽世界数量是不一样的。就比如他所在的江城，则一共连通了129处凶兽世界，每一处凶兽世界都会产出一个界域核心。只要人类玩家集齐129个界域核心，就能使江城区域升级。那是黑色的职业转盘，我记得黑色的是特殊转盘。现阶段的职业转盘少之又少，更别提特殊职业转盘。难怪那沼泽里爬出来的怪物，即便隔着水晶球，都能让我们如此恐惧。这里一定是藏着什么秘密。可惜啊，我们这些人的实力不够。我们的实力确实不够，但只要特殊职业转盘的事传出去，别说王雪燕和征杨苗等几个俱乐部大佬，就是四大公会的顶级大佬，恐怕都得发了疯的赶过来。只是尚清华突然和关灵对了个眼神，特殊职业转盘确实可以引来无数强者，但那也意味着自己瓜分的利益也会更少。这些人想的还真多。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职业转盘大概率是假的，甚至那些淤泥怪应该也只是一种幻象。江毅刚刚就觉得奇怪，这样一个小小的凶兽世界，竟会出现一只能给他那么强烈死亡威胁感的凶兽。要知道他战力可都15星了，所以江毅猜测这凶兽世界真正的大 boss 应该是藏在树林中的一种掌握精神系能力的兽族。丁，近日战场公告，恭喜玩家触发现实杀戮游戏第1轮，游戏任务杀1人，游戏时限30分，任务奖励天赋觉醒，失败惩罚5。现实杀戮游戏排第1轮。任务奖励中的天赋觉醒，那是目前在转盘上都不曾见的天赋，所以一些动作快的人直接就捅向了身边的队友。你们难道不觉得不对劲吗？过去所有的末日游戏公告都是只有正式玩家才能听到，但这一次的公告却连非正式玩家也听到了。老子觉醒了 C 级天赋瞬闪，我的天赋是隐身。如果杀一个废物就能获得天赋，不对劲就不对劲吧？你什么意思？都给我住手！谁再敢出手伤人，别怪我不客气。现在所有人都给我冷静下来！你们难道没注意到吗？公告说的是现实杀戮游戏第1轮，也就是说它后面还会有第2轮、第3轮。这种所谓的杀戮游戏，它的本质就是让我们挥刀刺向队友，从内部被瓦解掉。所以这场现实杀戮游戏一定是某个兽族玩家针对我们设下的陷阱，包括刚刚水晶球里看到的沼泽大坑中的黑色职业转盘，大概率也只是某种诱饵。官队说的没错，这一定是兽族强者玩家的阴谋。现在开始，谁也不许向同伴出手。其他和杜元泽、祖安这2人一样得到了奖励天赋的敢死队成员，也是纷纷附和着关灵的说法，而那些没有杀过人的脸色则有些难看。我承认关队你说的很对，杀戮奖励可能是假的，但也有可能是真的啊。你说我们不要被内部瓦解，可
可实际上，我们这里的大部分人都只是败絮而已。如果能牺牲个别弱者，换取强者更加强大的话，当然，我这么说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只是觉得像上清华这样的大佬应该配的一个天赋。就比如他已经受了挺重的伤，几乎丧失战斗力，这种人。官队，我都队保我啊！我也是乐天俱乐部的人啊！我不能死，我还有个儿子，他还小，他还在乐天俱乐部地下车库等我回去啊！我说过的话不需要有人质疑。谢谢官队。你帮忙住手！男人独伤恢复劈向只为就一个速不小心。你敢砍我？你这个废物竟敢砍我！关灵，我要他死！赶紧杀了这个废物，给我治手伤啊！你还有脸指使我？我都说了不要再杀人，你都当耳边风了是吧？一鸣哥哥，只见王雪燕带着数名10级玩家正朝着这边赶来，其中还有乐天俱乐部的何征、山水俱乐部的废了，我的手废了，怎么办？没事的，还可以恢复的。一鸣哥哥，你不要怕。我不是故意的，我之前救过周一鸣，我对他有救命之恩。你那叫个屁的救命之恩！你个废物，不过是刚好离我近罢了。被你这种废物找到，我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救助，差点死了，你知道的。王雪燕，你把这个废物打残，我要亲手杀他。还有那个废物，我也要杀。不关我的事啊！你受伤不关我的事啊！杀一个人就能得到天赋，杀2个人就是浪费啊！兄弟，你放过我吧！罗传，你是否会后悔多管闲事呢？是谁？你是谁？当初江毅被唐克背刺后，只剩下一口气，就连他自己都以为要死了。哟，发现一个废物，被人背刺了。啧，斩草不除根，又是蠢货一个呢。来，给你一个机会，证明那个斩草不除根的家伙是个蠢货。救命恩人！救人这种事，就像路边扶老头，就像转盘抽奖，都是赌运气。只有筹码越丰厚的人，才越不怕输，而怕输的人永远不会赢。谢谢。大明星，你那是什么表情？弱者就该有弱者的样子，你得亏遇到的是我这脾气算是相当不错的了。你是战力榜第2的独行大佬张啸天，第2不是骆长青吗？对，您现在是第3。张啸天，好家伙，看着战力榜的名字，还没有什么特殊感受，这咋一听，这2人该不会是同一个人吧？好家伙！哟，废物是你呀！有恩人是你啊！看来你小子的仇是已经报了。是啊，报了。虽然唐克和长娇娥都还没死，但是江毅的心态在他开始变强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转变。前世混得风生水起的唐克和长娇娥几乎成为江毅心魔一样的存在，但是今生角色已经交换。我的探查类技能居然看不穿这些，还没问过你小子叫什么来着？江毅。老大别想多了，这小子和等级榜那个江毅只是同名同姓罢了。这话一出，何征等人惊诧的情绪才缓缓平复下去。之后，一群10级玩家又商讨起所谓的现实杀戮游戏，但同样得出了是精神系兽族玩家搞鬼的结果。那隐藏在此处凶兽世界的精神系兽族玩家，很有可能是位职业者。秦湖面积不大，连通的凶兽世界怎么可能出现兽族职业者？刚刚你们过来之前，这边的敢死队成员就经历过一场混战，那些杀了人的确实得到了天赋。如果只是10级未转职的兽族玩家，恐怕还做不到如此逼真的幻术。那如果不是幻术呢？啸天大佬，你应该是我们这些人里实力最强也最有见识的。我的想法是，其实大佬你可以尝试着去得到一个天赋，然后再根据自己获得的天赋去判断这游戏到底是真的还是幻术。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小子，你在怕什么？不是你让我杀个人得个天赋的吗？我还以为你这是要主动现身给我杀的意思呢。那个，他的意思是您看那边的敢死队。你们都是这么觉得的。你呢？你小子有什么想法？啊，大佬指的是你该不该杀人得天赋，还是这现实杀戮游戏的真假？后者。关于那场现实杀戮游戏，我确实有点想法。不过我这人吧，没那么多英雄情节，我的眼睛里呀，全是铜臭味。你应该是想问我身上有没有特殊转盘吧？骆长青大佬判断论坛上，那个要特殊转盘的江毅是排行榜第1的将领。
现在这个江毅也要特殊转盘，难道？哼！我在那些工会势力建立起来前，倒是也在3大榜单上风光过一段时间。 7个特殊转盘，我要5个。你小子胃口这么大，也不怕撑死？我这不是看恩人，你没什么朋友吗？那么多特殊转盘拿在身上不用，那不也是白白浪费了？谁他妈没朋友？你才没朋友，你全家都没朋友。再说了，我拿在身上不敢用，你拿了5个就敢全用了。我最多能给你2个，并且你透露的消息最好是真的对得起2个特殊转盘的价值。听到这话。 江毅便直接去挑选了2枚特殊转盘，随后才又悠哉道：“我因为一些机缘，隐约听说过，在一些强大的兽族中，有一种所谓的试炼卷轴。这卷轴开启后的效果，就像刚刚的现实杀戮游戏一样，兽族可以用这种卷轴培养他们的天才，而那些天才则可以从这种试炼中得到一些奖励。”洞穴中，男人开启转盘抽奖。恭喜你抽出石头卡，请问是否使用？使用。这是什么鬼？ 当一个人说谎的时候，只有半真半假，才会让人感觉更真实。你是说这场现实杀戮游戏有可能是真假参半，一半真实，一半幻术？根据我对兽族试炼卷轴的了解，这场试炼游戏的最终赢家一定会获得巨额奖励。你的意思是，那位兽族玩家此刻就隐藏在我们之中，并且已经做好了成为最终赢家的准备？ 要说我们之中有谁最像是兽族玩家伪装的，我觉得最值得怀疑的人应该是你吧？没错，明明之前还是兽流虫，现在突然就一副屌屌的样子了。我觉得你最好展示一下自己的数据面板。我需要你们的相信吗？那你们怎么不怀疑我是兽族玩家？确实，真要互相怀疑的话，也应该是让所有人都展示一遍数据面板。可是你们谁能同意呢？ 再说了，我不觉得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真能找出隐藏的兽族玩家。那你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找出兽族玩家的方法？我所知道的基本都已经透露了。接下来要如何进行这场现实杀戮游戏，各位大佬自行抉择吧。我就先走了。又没人追杀他，他就白白用掉一张传送符，这特么也太装逼了吧！ 他没用传送符，这个江毅，他有没有可能就是排行榜上？我们现在的重点不是江毅，而是那位隐藏的兽族玩家。跟着我做什么？这场现实杀戮的最终奖励应该很丰富，所以我在想，我们合作怎么样？我为什么要和你合作？凭我对你的救命之恩。你们兽族玩家这么不要脸的吗？自己的恩情当筹码，还想让我当人族叛徒？ 人族叛徒，你看上去很瞧不起这4个字。也对，井底之蛙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有多愚昧无知，只有见识过兽族的强大，你才会知道人族叛徒将是一个多么光荣的身份。你该不会就是某个光荣的人族叛徒吧？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是继续做你的井底之蛙，还是与我合作，共享现实杀戮的最终奖励？井底之蛙，共赢。可是强者凭什么要和弱者合作共赢呢？凭那个光荣的人族叛徒身份吗？年纪不大，口气不小，希望你陨落前不会哭着喊后。掌握精神系能力的玩家，手段确实诡异，说不定他还真是职业者。抽，丁，恭喜你抽出侍从卡，请问是否使用？使用。正在为你随机生成侍从。 丁，恭喜你绑定侍从。一盏灯，举银，举银，我特么还举铁呢！江毅听着这种仿佛有交流障碍，连雌雄都听不出的儿童音，整个人都不是很好。这也是他之前不是很乐意抽侍从的原因，因为这种随机性太搞人心态了。不会说话，你以后就少说吧。现在给我看看你的数据面板。好的，举银。 我操！零级全属性6万，技能栏里各种 S， 天赋更是听都没听说过的 X 级。那个6万的属性是你0级的上限吗？上限是什么？我不知道啊。就是你这个0级的属性还能继续增长吗？增长，我应该活着就能增长。只要活着就能变强，我尼玛，为什么这世上会存在这么逆天的种族？0级的初始属性就已经完全碾压他10级的属性。要知道江毅现在可是达到了属性上限，这完全颠覆了他两世为人的认知。不过他虽然强到离谱，但寿命怎么这么低啊？小灯丝，你要怎样才能续命呢？
有呀，要火续命。火？什么火？不知道，我就信，感觉举人能养活我，才选你当举人机。是你选中我？对，举人呀，哟。后面江毅又问了小公司很多问题，但得到的依旧是不知道。私人别墅中，男人开启转盘抽奖。丁，恭喜你抽出万族斗兽场。丁，万族斗兽场绑定成功，请在专属命盘中查看。斗兽场了。因为紫色转盘迟迟找不到，所以江毅想去斗兽场中碰碰运气。你知道斗兽场？知道，我。小灯丝像是想起什么特别开心的事，但接着叽叽哇哇的又说不清楚，于是干脆便缠绕在江毅的手指上，形成一枚戒指。什么意思？你一个侍从，难道还能跟着主人上斗兽场？根据斗兽场的规则，装备、道具之类的死物都可以自由带上场，但诸如宠物、侍从之类的活物是无法上斗兽场参与战斗。举人上。哦，真的假的？烦哦！我去，技能栏里多出了灯丝火海和混沌火域2个技能，战力也直接飙升到了20星，这什么原理？从来也没听说过哪个主人能使用侍从的能力啊！戒。算了，不难为你了，我们直接去斗兽场中检验一下现在的实力。丁，戒狱战场公告，恭喜你通关现实沙漠游戏第1轮，自动晋级第2轮。游戏任务：杀2人，游戏时限120分。任务奖励：无失败惩罚，抹杀。抹杀？如果说第1轮游戏只是诱惑，那么这第2轮游戏简直就是恐吓。也不知道张啸天那边听到这第2轮的游戏规则是个什么反应。丁，传送至见习斗兽场需消耗100年币，请问是否支付？是。丁，检测到你是初次登陆万族斗兽场，正在初始化扫描。丁，已为你生成初始观众位。这个代号北路的家伙也太强了，7连胜全是轻轻松松，连人品都没见过。看他这架势，肯定是冲着10连胜去的。万族斗兽场里，凡是触发10连胜的，都会给予丰厚的连胜奖励，并且还能在斗兽榜上留下姓名。另外，凡是想要登榜的玩家都不能用受态斩。随后，江毅便在座位上的操作盘中选择了采斩黑神司，等待审是上次害我猜错种族身份的家伙，他的战斗方式明明是用纯蛮力格斗，但我往蛮荒古族的方向猜，却都猜错了。我猜这家伙在进行斗兽场实战之前，应该也经历过和我一样的猜种族身份提升眼界的考验。他这么阴险狡诈，他会不会是银月族？又猜错了。都怪这混蛋太狡诈了！我要诅咒他达不成秘密10连胜的成就。你是要继续将这场看完，还是换下一场继续猜？下一场我会猜对的。左边那个大块头之前已经猜出来了，是无望界域的黑虎族。右边那个又穿黑袍，最讨厌穿黑袍的混蛋了。而且这家伙和刚刚那个北雾一样，人形拟态相当完美，几乎看不出任何兽族特征。哎，江会是水里的还是海里的种族？这家伙虎背熊腰的，应该不是熊就是虎。哟，兄弟，人形拟态挺完美啊。一般。算了，看在你是菜鸟的份上，哥也不欺负你了。打完这局，哥就是4连胜。菜鸡，你自己点投降吗？既然大哥都要打破连胜记录了，那我当然是要成人之美。不过我这初来乍到，这个投降具体是要怎么投？不是吧？虽然新人第1场是比较难，但是他连挣扎都不挣扎，直接就投降了。我看看这样是不是就能投降？这家伙该不会是？不可能，不死族早就灭绝了。就算真有沧海一滴，也绝不可能出现在见习斗兽场上。难道爷爷你也看不出来？你注意到那小子手指上戴的黑色戒指没有？我记得那枚戒指黑漆漆的，好像烧焦了一样。那应该是不死族特有的以身化气。怎么会？高傲的不死族居然愿意沦为奴仆？那个叫江毅的家伙，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啊？应该是某个刚加入万族争霸的新晋种族。刚加入争霸的新晋种族，那岂不是他所在的整个界域都还在万族争霸的保护期？男人刚抽中卡的时候，就跑到斗兽场中。
江一见面就公司火海，直接来了，很快便获得了5连胜，但这也吸引来了众多的路人围观。那小子刚结束战斗，你这时候选择匹配战斗的话，倒是有不小的可能性能匹配到他。怎么样，敢试试吗？算了算了，你刚拿下9连胜也不容易，这要是因为争强斗胜把10连胜的成就给断了，嗨，搞那么纠结干什么？真那么想挑战？等你和他都登上斗兽榜，不也一样可以发起挑战吗？再说了，那小子从始至终的战斗方式都不过是源自那枚不死族以深化器的戒指，搞不好他自己的血脉和实力根本没你想的那么强。啊，你看那家伙开始第6场，你这时候匹配你的第10场，应该就能 beat 他。是千生。我操，这才第6场，竟然就匹配到了斗兽榜上的强者，这个匹配机制是不是不太对劲呢？我看啊，就是这小子太嚣张，连匹配机制都看不下去。江毅，这次总得拿出点真本事了吧？只要他展示出自己的能力，身份或许就好猜了。觉得奇怪是吗？放心，我是专门压制了实力来狙击你的，否则以我真实实力，即便是你的第10场都不一定能匹配到我。水货天才，今天我就让你现出原形。把你的戒指给我玩2天，这局我可以让你赢。让我赢？行，那就让我赢吧。丁，本场战斗江毅胜。恭喜你获得本场胜利，奖励积分10。恭喜你首次达成6连胜，奖励积分1万。我还以为这千生搞这么多分身有什么奇效呢，结果被人秒了。之前这千生还说那么多嚣张言论，现在我都替他害臊。我在你的第10场等你。他这是准备在第10场的时候把输掉的面子赢回来。难道他有办法应付江毅那恐怖大招？嘿，你也准备狙击？我想通了，个人成长永远比荣誉更重要。看来是2个狙击失败的匹一块去了。其实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因为他在第6场后用斗兽场积分兑换一批转盘后，便退出了斗兽场。还好刚刚就已经把寿命弄到万年了，不然又要等1个小时。抽。恭喜你抽出奖励长生丹。世界公告，恭喜玩家江毅首次启动橙色转盘，获得奖励天赋10 A 级。区域公告，恭喜玩家江毅首次启动橙色转盘，获得奖励天赋10 D 级。一个世界公告，一个区域公告，这一瞬间，整个江城区的聊天频道直接炸开了火。我们江城这个江毅真的太邪门了，他哪来的橙色转盘抽出凶兽，这会已经得替了。可当聊天频道正热火朝天议论的时候，又是2道公告声接连响起。世界公告，恭喜玩家江毅首次启动红色转盘，获得奖励天赋10 S 级。区域公告，恭喜玩家江毅首次启动红色转盘，获得奖励天赋10 A 级。红色转盘10万年啊！别告诉我，他刚刚那个橙色转盘抽出的就是长生丹。速效救心丸，速效救心丸，快，我快不行了！是为什么如此不公？幸运女神，你是瞎了眼吗？为什么就是看不到如此玉树临风、流倜傥的我？江毅爸爸，您老下次抽金色转盘能不能提前智慧1升？闪瞎我24K 钛合金狗眼！丫的，聊正事呢，玩梗的给老子爬！线上聊天频道一片混乱，线下4大公会也共同展开一波紧急会议，重点讨论江毅的存在对整个江城区局势和未来发展的影响。除此之外，各路大佬也是相当好奇江毅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他之所以敢连续抽奖，我猜他极有可能是使用了特殊转盘上抽出的许愿卡，并且他手中不止1张许愿卡，可以指定转盘上的奖励，确实就有这一个可能。巢穴中，江毅看着从红色转盘上抽出的答案之书，陷入了沉思。不过一旁的小灯丝倒是异常兴奋。火！男人献计10万手，抽出火你个头啊！火！反正你还有3天寿命，不急。答案之书每天都能在上面问一个问题，小灯丝那么兴奋，显然是希望江毅能问问答案之书用什么火给他训练。如何提升属性上限？属性上限的存在，在一群普通玩家之间或许还看不出什么，但在真正偏交的圈子里，在同等级下，他们争的几乎就是属性上限，或者说血脉的竞争。第6场的那个千生，如果不是江毅用了混沌火域，恐怕还真打不过。现阶段的人族界域是不太可能存在那种天然圣地或禁地，看来目前想要通过时间之河和涅槃死地提升血脉的话，就只有深入兽族大本营或者特殊转盘。
火！你是想说涅槃死地留给你续命的火系圣物吗？长大。行了，闭嘴吧，主人会帮你快快长大的。随后江毅又拿起 S 级的天赋石，准备捏碎天赋。按照末日游戏正常的发展规律，红色转盘的首抽本该是由职业者去完成，可能我这波属于是步子跨太大，领先太多了。随后他又尝试了其他天赋石，果然只有首抽橙色转盘奖励的天赋石才能捏碎。不错，一个强攻型天赋，一个空间系天赋。你怎么进来的？不知道啊，我一脚油门就到这了。你又换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宝马3系，没想到只花了9万多，比新车便宜了15万，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总之听我的，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好，我抽完奖就去。还有18个橙色转盘和一个红色转盘，不过其中12个橙色转盘都是用来抽长生丹的。在抽奖之前，将一根海登斯从巢穴空间赶了出去，让他自由活动。恭喜你抽出奖励长生丹。他这是在偷窥什么？你看够了没有？你好，我是长教鹅。战力榜第1的江毅是我男友。哦，那看来你的男朋友他似乎控制欲还挺强。这有血的感知怎么会那么敏锐？连长焦鹅身边有窥探之眼都能感知得到。照这架势，那两人该不会还能谈成什么合作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江毅将19个转盘全部抽取，一共获得了如下物品。这么的红色转盘出品的技能卷轴，竟然也是死活撕不开。算了，出去看看，先把秦湖凶兽世界打通。第2轮游戏开始后，应该又爆发个混乱，死了一批人。那只巨无霸淤泥怪似乎变成了一群淤泥怪。就当张啸天准备解决最大的一只淤泥怪时，淤泥怪身前却突然你想干什么？你，刚刚是你帮淤泥怪挡开了张啸天的致命一击。这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确信了这个江毅就是排行榜第1的江毅，所有人也都在反思自己有没有得罪过对方。为何要挡下我的攻击？我们重新再谈谈吧。江毅是吗？现在轮到你想和我谈了，可惜啊，现在我却不想和你谈了。我说过，希望你在陨落前不要哭着喊后悔。灯丝火海，小傻逼，不愧是你啊！他喵的直接被人给拐跑了。灯丝火海。既然如此，那就让你们所有人全部陪葬吧！混沌火域，开！他妈，给我开呀！开呀！要不这样吧，我帮你开。来吧，灯丝火海！我操！都没谈完呢，怎么就急着要跑呢？这尼玛，这是层级道具，此属人族介于末日游戏才降临多久，就这么出层级道具，而且就连我捡到的那枚逆天奇戒指也是他的。你特么耍我？怎么就成我耍你了？不是你在真情实感的逗我开心吗？你说你想和我谈，老子就不和你谈。你不是很强吗？有本事你杀了我啊！男人只随便出道具就直接镇压了界域内的 BOSS。你觉得你杀得掉我吗？哥们，你看这是什么？区区层级道具罢了，你以为凭它就能清除我身上的诅咒吗？那就试试吧。谈，我跟你谈。早这么配合，不就省了这一出吗？现在既然要好好谈，那你就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告诉我你的身份。你既然知道我身上有诅咒，那么应该也猜到了我的来历。你是来自其他界域的人族。江毅前世倒也隐约听说过，在某些拥有人类的兽族界域中，那些人类的地位一般就是生态链最底层，如同过街老鼠般的存在。还记得你说人族叛徒吗？
其实我当时真是想笑啊。是啊，也只有你们人类界域里的人类玩家才会冒出人族叛徒这样的字眼，而在那些兽族界域生活的人类。叛徒，请问你们世界里的宠物狗，他们去谄媚人族的时候，会被其他狗怒视为叛徒吗？不会，因为狗对人类无法造成任何威胁，甚至他们要仰仗人类的鼻息而活。我们只能当狗、当奴隶、当死士。我不是人族叛徒。所以你来自哪一处界域？那里最强种族叫什么？你的目的又是什么？你还是弄死我吧。如果我没猜错，是银角界域的银月族，他们的目标应该是界域核心吧？那看来这一处秦湖凶兽世界的界域核心，现在应该也在你身上吧？你是自己拿出来还是？界域核心。这还是第一次亲手拿到界域核心的。目前来看，这玩意儿似乎只有2个效果，一个是持有者幸运加1，另一个是掌管这一处秦湖凶兽世界的通道。虽然现在能将出去的通道打开了，但之前那场现实杀戮游戏可还没有结束。到现在为止，江毅都还没去完成第2轮的杀戮任务。第2轮任务失败的惩罚是抹杀，那可是赤裸裸的死亡威胁。那场现实杀戮游戏，你有办法将其终止吗？这话一出，一旁的张啸天下意识松了口气，因为他也没有完成第2轮杀2个人的任务，而且他也不希望这些人再自相残杀。其实以你的实力，走完整场现实杀戮游戏，你必然会是最后活下来的那个人。而且只要你走完这场现实杀戮，最后能获得的好处绝对超乎你的想象。你看他们第1轮获得的天赋，那不过是开胃小菜。现在是我选，不是你选，你只需要告诉我要怎么做才能终止这场试炼。不愧是大佬，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命，放弃了最终丰厚奖励。江毅放弃最终丰厚奖励，这使得不少人看江毅的眼神都带上了敬意，但也有少数人心里猜测，江毅只是为了他口中的恩人张啸天也能够活下来。防止你耍什么花样，我再给你打个精神烙印，就算你说谎，我也能感受到。终止这场游戏的难点在于，你需要集齐被游戏圈定的所有人，共同完成解械仪式。解气仪式？没错，这个特殊仪式我可以负责完成，但你需要将参与游戏的所有人集齐。人集齐了，接下来呢？接下来，能先放我出来吗？有精神烙印在，界域核心也在我手里，应该没事。首先，第1步，我需要采集你们所有人少量血液，用以绘制召唤阵。第2步，我会召唤出一座解械祭台，而我们所有人需要在30秒内将自身血液注入祭台之中。第3步，在祭台变异之后，我们需要在3分钟内摧毁解械祭台。需要注意的是，第2步，若有人没在30秒内朝祭台注入血液，则可能导致其他人被祭台吸成人干。江毅大佬愿意放弃试炼游戏的丰厚奖励，解救我们所有人，已经是仁至义尽。这场解气仪式若真出什么差错，最后倒霉的只会是我们自己。所以我觉得在场诸位都是聪明人，应该不会有谁想不开，去搞什么小动作，害人又害己吧。尚清华这话说的很有道理，所以玩家们纷纷点头。只是关于这场解气仪式，我个人觉得，如果真的有人搞小动作的话，那么那个人应该是江毅大佬你。毕竟关于解气仪式的说法，完全来自这位身份特殊的黑袍玩家。虽然大佬你说你对他使用精神烙印，可以分辨出他是否说谎，但其实我们其他所有人都是被隔绝在你们2人之外的。如果你们2人背地里有什么合作，才做了这么一场名为解气仪式的局，那么我们所有人岂不是都要被你们合作阴死了？这位学霸同学，我想你可能是想错了。我并没有要当任何人的救命恩人的想法，所以你也不必拿救世主的道德光环拿捏我。至于你心中的怀疑与顾虑，要消除也很简单。大佬我错了。这位同学的顾虑已经消除了。现在还有谁觉得我值得怀疑的，尽可放心站出来。6号人将全队353号人的血液收集在桶里，然后又拿出一只诡异血液全部吸干，接着又取出一张暗银色卷轴，最后在卷轴上画上这。各位做好准备。按到祭台之上。这祭台好诡异啊，不会有问题吧？放心，祭台没有问题，现在一切都是正常现象。
怎么回事？我的隐身天赋怎么没了？我的天赋也没了。我的也是。这个解题过程不仅会终止现实杀戮游戏，还会将我们的天赋给收回去。我好不容易获得的天赋不能丢了。哼，周一鸣死了，死就死了，现在谁还管他？是他自己活该。你冷静一下，他已经死了，放下这个人，放下这段脑残的感情，才是保全你性命的最好选择。王雪燕的眼神从难以接受的震撼，渐渐变成一片轰动，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解析仪式的第二步顺利按照非常理说，第三步祭台变异，玩家们只要在3分钟之内将变异后的祭台摧毁就行了。这么强的压迫感，完成变异的祭台，真的是我们在区3分钟内能够成功摧毁的吗？就在祭台变异完成后，飞条龙突然闪身跳进祭台最中央的台中，免得你污蔑我，我得拍照留下证据。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放转转上门回收了，靠谱吗？当然了，我是转转老用户了，像我换下来的旧手机、笔记本、手表都会叫个转转上门回收，他们价格公道，打钱又快又干脆。我那台 iPhone 15都卖了4400多，当场拿钱的滋味太爽了。要我说，趁着旧机还值钱，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好，我一会儿就去。傻逼江毅，还特么精神烙印！你以为区精神烙印就能控制住我吗？那你可就太小我了。你该不会真的蠢到以为整个解析仪式就像我说的那么简单吧？你觉得凭你一个连职业者都不是的傻逼，就能随便摧毁祭台吗？此时的飞桃给人很疯癫的，只是江毅的脸色却平静到了极点。看在你要死的份上，我也不追究你骂我的事了。你等解气仪式完成后，要和我来一场更为公平的谈判。我想现在正是你要的谈判时机了。之前你们很多人都说我是小丑，但你们可知，在银角界域，我可是那些如蝼蚁般的底层人族玩家眼中强大、优秀、光荣的存在。他们都以人族出了我这么优秀的人而倍感骄傲。因为即便我是一条狗，但我的主人那可是高贵的银月族。我之所以能如此优秀，是因为我有一位比我更优秀的老师，他以人族的身份获得了高贵的银月族的尊重。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老师和我说过，即便人族初始寿命短暂，即便没有初始天赋，即便初始血脉低得令人发指，但人族一定是无数种族中唯一最强的存在。因为所有兽族都能幻化人形，或许就是一个佐证。小时候，我很相信老师的说法，相信人族比这世间所有种族都更强大、更尊贵。但随着时间推移，随着我经历很多事，我开始觉得老师是骗我的，甚至他可能自己骗了自己。但现在我见到了你，我又觉得或许老师没有骗我。所以现在我们最后的谈判是，我希望终有一天你能向万族证明，我的老师没有骗我。似乎在做最后的决绝。我叫吴奇，有无的无，其实。吴奇在讲解第3步时，江毅就已经察觉到吴奇撒谎，但精神烙印却没有反馈出对方的恶意，又结合吴奇之前的一些奇怪言论，所以江毅猜测吴奇在身份暴露后没打算再回银角界域。应是否绑定不死诅咒？否。之后江毅用影分身研究黑符时，发现那黑符在没有绑定的状态下只有一个空间功能，而那黑符空间和他空间手表的空间还不太一样，里面有着一片焦黑的土地，长着一颗嫩嫩的芽。或许是因为没有绑定黑符的缘故，江毅又无法触碰黑符空间里的芽。至于其他东西，倒是可以拿出来。这面具，这尼玛，这不就是传说中千面之神戴在脸上的面具吗？所以前世张啸天也经历过这场现实杀戮游戏。那当时他们是怎么让杀戮游戏终止的？如果是之前，江毅肯定死活想不通，因为张啸天肯定是干不过吴奇。但现在见证了吴奇的现身，便不难想到了。张啸天这人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前世的吴奇多半是被张啸天的嘴遁给感化了。如果没猜错，这应该是能将人定向传送到银角界域的定向传送尺。前世张啸天应该去了一趟银角界域，甚至很可能吴奇的那位老师成了张啸天的老师，所以张啸天才能一步一步最终成长为人族6神之一的千面之神。这些东西就先不交给张啸天了。若真是我想的那样，吴奇的老师是那种引路人一样的存在，真要找个接班人啥的，到时再换张啸天上。大佬召集大量马烙去救自己的男友，现在男友却被自己召集的小喽给赶了，他却不肯来。
斯的脾气。是周渝民自己该死，大佬，你明明说过不允许任何人搞小动作，周渝民会有现在的下场，是他死有余辜。我之前确实被他迷了心智，但是大佬你放心，我现在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一位来自异域的人族玩家都能为了人族的发展而牺牲自我，而我生在人族界域，若还拘泥于小情小爱，就真的太该死了。我往后余生一定为壮大人族尽我的一份力，求大佬给我一条生路。行吧。谢谢大佬。不用谢我，要谢谢他。在场所有人都应该谢你，也包括我。即便没有我，你也一样会终止现实杀戮游戏。相信我，我看人很准的。不过，你相信吴奇说的，他的老师没有骗他吗？相信，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小米加步枪真的打赢过飞机加大炮。张啸天静静与江毅对视片刻，突然敬了一个军礼。这一礼，敬前辈，敬后生，前辈可敬，后生可畏。这一礼敬你，加个好友。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等我3天，最多3天，我给你带一条好消息。好，等你3天。这3天不要去探索无尽海。之后，江毅将吴奇的尸体收入空间后，又用借口开启了秦湖凶兽事件的通道。这一张签面多半只是正版签面的某一面而已，否则真要是多了不起的神器，怎么可能随便给到吴奇？丁是否使用无奇之面？否，不然还只有24小时的时效。也就是说，使用这张无奇之面后，必须在24小时内完成与吴奇老师的对接。接着，江毅继续清点飞浮空间中的物品，其中还有5张卷轴，一个幻术罗盘。嘿嘿。这果然是廖远峰的肉体。江毅在他击杀李守德，飞符入侵廖远峰的当时，廖远峰应该还没被吴奇夺舍。那个时候的飞符应该只是作为戒指老爷爷般的道具，附着在廖远峰身上。只是后面廖远峰的传送符被关灵夺走，被鸟兽围攻的时候，那种生死危机之下，吴奇才夺了他的身体。随后，江毅取出3张醒尸符，直接对着尸体的脑部烧了一张。也不知道显出来的是廖远峰的记忆，还是吴奇的记忆。根据显示画面，吴奇确实是在廖远峰即将死时，投射里，他换了一身飞袍，捏了一颗甜水球，用直接全力准备。之后，吴奇刚在土河里将 BOSS 干掉，拿到戒与核心，结果江毅脑洞大开，搞了火烧沼泽那一出，吴奇差点没被炸死在沼泽爆炸之中。难怪他都要现身了，还要骂我。同一个尸体一般只能使用3张醒尸符，这第2张效果就差多了。第2个画面是没有声音的，那似乎是一处密室一样的空间，一个外表看上去也是人族的生物将那张无奇之面交到吴奇手里，最后似乎是吴奇举着手郑重其事地发了个誓。那人有一定可能是吴奇的老师。3张醒尸符的效果更差，暂时就先不用了。这3蓝2紫的转盘品质都挺高的，负面效果就1、2个。罢了，都留给张啸天吧。怎么还没有换到紫色转盘？在交易词条下，骆长青倒是留有一段话。另外，就是在江毅触发世界公告之后，骆长青发来的消息。如果我没猜错，大佬应该捏不开触发世界公告奖励的天赋石吧？我这里倒是知道几个增加捏开天赋石概率的方法，不知大佬可否来将谈一叙？另外，这里有几个紫色转盘选项，其中有力量增幅、体质增幅、速度增幅、精神增幅，大佬或许会感兴趣。是数值增幅还是百分比增幅？都是百分比增幅属性的强力技能，大佬感兴趣的话，来将谈一叙。除此之外，我们这里还有一张天赋觉醒阵轴，以及一处能够全方位增幅属性的特殊福地。你哪来的天赋觉醒阵轴？我们4大公会其实都击杀过兽族玩家，底蕴方面或许能给大佬不少惊喜。行吧，0点之前我会去一趟江滩的。大佬等等，那处短期增幅全属性，并且能帮您增加觉醒天赋概率的特殊福地是存在实现的。如果您是想在今天内捏开天赋时觉醒天赋，最好要比日落还早1、2个小时过来。OK。之后，江毅又去公共交易区收购了一波转盘，然后基于张三身份，将张三的属性也全部堆满。没想到张三这个身份也能指定转盘奖励，看来这个特殊能力是驾于特殊规则之上的。既然孟明君那里还有天赋觉醒阵轴，那我就先试试能不能将这块 A 级天赋石捏碎。全区最强的奶，这只是为了捏碎。恭喜你觉醒 A 级天赋燃寿！卧槽，这竟然是燃寿天赋！如果是放在一般人身上，燃寿天赋可能连 C 级天赋都不如。但江一现在每个小时都在服用橙色级长生丹，每次都能增长几10万的寿，所以对他来说，这简直就是神级。不过当财大气粗的江毅试验时，却让他兴奋的心情瞬间邪火，因为直到他燃寿前，
加了一点属性。这尼玛开什么玩笑？等于要4000年寿命才只换来全属性加1，还这么慢，只能持续1分钟，这不搞心态吗？对了，试试在属性突破上限的状态下，能不能捏碎 S 级天赋石？这次交易同样用出了吃奶的力气，依然捏不碎 S 级天赋石。但撕开的那张红色转盘抽出的 S 级技能卷轴，这次倒是撕开了。丁，恭喜你获得 S 级技能混沌之躯。心态终于平衡了。这次江毅切换成张三身份，穿上隐身斗篷，带着小灯丝便离开了西部选手世界。为了开展无尽海的探索行动，如今的小滨港公园外的那个江滩，这会儿几乎快成特殊军事基地了。4大公会的强者在此处重重布防，所以一路上有很多10级玩家也纷纷响应论坛号召，前去江滩。丫的，那家伙好嚣张啊！他又过来了，松哥，你快想想法子啊！行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感觉车顶应该有一个人真正受胯下之辱的，该是他才对。松哥，是你干的吗？不是我。你是个什么东西，敢对老子的坐骑下手？特么的说你呢，还不赶紧给老子滚出来受死！松哥，这次是你吗？不是。朋友，你刚刚看到我车顶有人没？没见你车顶有什么人？难道是隐身？不应该啊，这附近被4大公会布置了勘测罗盘，应该也不太可能存在隐身效果不被勘破的。因为这路段距离江滩已经很近了，再加上沿路都有4大公会设置的密封监控，所以很快就有秩序的人员过来了。这车顶肯定是有人的，不知阁下可否现身一叙？现身就现身，竟然真的是隐身。还有保命手段吗？我叫涂飞宇，我爸是战力榜上的图格。我不过是搭个顺风车去江滩，那个什么飞宇自己不长眼，非要从我头顶上飞过去。像我这种10级强者，正当防卫一下，应该没什么刑事责任吧？没有，当然没有。既然如此，那我继续搭顺风车去江滩那边，你们没意见吧？那个大佬，您不如搭我们的顺风车。对了，还不知道大佬怎么称呼？我叫张三。张三没在3大榜单上见过这名字，假名字吗？那个大佬，江滩那边会对这次无尽海探索行动的玩家进行一个简单的身份核验。不过大佬你放心，我们的身份核验并不会要求展示数据面板，而是有一个专门的道具，会检测出玩家的姓名、等级。这点程度的幻术也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抱歉，我没有恶意，只是想试探一下。我是竹月公会4大会长之一的知玉堂，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不叫张三，而是叫江毅吧？你们不是说有什么检测身份的东西吗？检测一下不就行了吗？费这么多事。这竟还真是张三。你说的是战力榜第1的江毅，他连给我提鞋都不配。等下次战力榜更新，我张三之名将会空降战榜第1，而区江毅，我张三弹指可灭之。男人献祭大量寿命将小号属性叠满，又扬言要将大号踩在脚下。区江毅，我张三弹指可灭之。我记得论坛上看到你们竹月公会还挺大方，说只要江毅肯去江滩，直接白送他1枚特殊转盘。区江毅都能白得1枚特殊转盘，那我张三吊打江毅，竹月公会又该怎么说？这个还需要我和另外2名会长共同商议，您先跟我们回基地吧。另外2名会长？可我记得竹月公会不是有4位会长吗？我们其中1位会长主动跟着前一批探索无尽海的队伍出海了。哦，原来如此。江毅也没继续追问，因为他猜到那位主动出海的会长多半都是堂科了。真希望他能从无尽海域中活下来啊！
不知张三兄能否接受我们使用一个名为因果界域的道具？这个所谓因果界域，是我们从特殊转盘中抽出的特殊道具。所有被笼罩在因果界域范围内的生物，一旦增加杀灭，便会受到反噬。这个道具的使用，能够有效避免谈判双方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你们不都已经悄悄使用了吗？还问我能不能接受？果然瞒不过大佬，这也是为了我们能和平相处，希望大佬不要介意。江毅没说话，跟着这群人进入特殊的密室房间，而在房间中已经来了2位玩家了。这位是图哥，战力榜排名第72。图哥，就刚刚那胖子的爸爸。我儿子飞宇性格是被我惯坏了，听说刚在来的路上得罪了大佬，我在这儿替他给你赔个不是。就只是赔个不是吗？这家伙这么嚣张，他有没有可能就是使用了改名卡的疆域？刚刚的不愉快，我们4大公会也有责任。这样，听说张三大佬也想要特殊转盘，我便做主送你一个。咱刚刚的不愉快就此结果可好？兄弟，我不管你是真叫张三还是江毅，但请你别忘了，这里可是因果界域，我都还没怪你杀了我儿子的10级凶兽坐骑，还浪费了他一个保命手段和1枚传送石，就已经是够给你面子了。你别给脸不要脸，得寸进尺。特殊转盘和这位图什么赔礼道歉的事，一会儿再说吧。骆会长，倒不如先直入主题，说说看你将散人玩家中的佼佼者邀请到这里，甚至还用了那什么因果界域，究竟是有什么目的？我们4大公会这一次召集10级玩家，本意确实是探索无尽海域，但在今天上午，我们按流程核验那些10级散人玩家身份的时候，却发现了出乎预料的情况。不知各位可否接触过兽族玩家？难道你们是发现了伪装成人族的兽族玩家？不仅如此，根据我们当时的身份核验，那位兽族玩家的名字叫竹松。竹松，战力榜上排名第7的竹松。这样一位独行强者，竟然是隐藏于人族的兽族玩家。骆会长表情如此凝重，若非是连你也拿那竹松没办法。虽然战力榜的排名并不完全决定对战时的胜负，但兽族玩家的成长速度一般都非常迅速，所以我怀疑在下次榜单更新之时，他的战榜排名很有可能超越我。其实我是希望大佬你能向我们坦白身份，如果你真的是战榜第1的江毅，那我们解决那位兽族玩家的胜算才更大一些。我张三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改名卡那玩意儿我从未用过。等榜单重新更新，你们就会亲眼看到我张三之名是如何将江毅镇压的。不过骆会长想让我坦诚，可你们4大公会对我坦诚了吗？关于那位兽族玩家的来历，骆会长难道没有其他想说的？在座各位知道那些被各势力圈养的废物为什么叫兽流虫吗？这个问题有什么特殊的吗？底层废物被叫做兽流虫，不是因为凶兽界的废物叫兽流虫吗？这不就相当于套用猪狗、牛马之类的词用来形容一个特定人群吗？看来骆会长是准备由我说出这个秘密了。其实这个秘密甚至关乎着4大公会的发展，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一起守住这个秘密。你们知道兽族玩家是怎么来的吗？其实兽族玩家的出现和人类出现正式玩家应该是差不多的原理，说白了就是某只凶兽完成了非正式玩家向正式玩家的转变，而这个转变的过程很有可能是某只凶兽机缘巧合获得了升级命牌。不过经过我们4大公会长时间的探索发现，有些凶兽即便不使用升级命牌，也有一定概率自然进化成兽族玩家。而这一类兽族玩家大概率是从兽流虫转变过来的，他们进化的种族稀奇古怪，其初始天赋也非常随机，而那位竹松应该就是兽流虫进化而成的兽族玩家。好家伙，没想到兽族玩家竟然还有这样的心理。只是关于兽流虫向兽族玩家的进化，为什么只有你们4大公会如此了解，其他人却没有发现？我猜应该是兽流虫在自然情况下的进化概率很低。难道是你们掌握了一种人工干预的手段，可以提升兽流虫的进化概率？于是你们培养兽流虫，让他们进化成兽族玩家，然后你们击杀那些兽族玩家，就可以100%爆出转盘，甚至很可能市面上的紫色转盘就是通过这种手段才爆出来的。甚至你们还可以培养兽族玩家击杀人类玩家，也能100%爆出转盘的事情。而那个竹松其实根本就是你们用兽流虫培养出来的兽族玩家，只不过他实力更强，你们晚脱了，现在局面失控了。你先别太激动，4大公会确实培养了兽流虫，并且通过这种方法快速击杀兽族玩家，获取转盘。但我们还没有黑心到利用兽族玩家去杀人爆转盘，包括那个竹松也并不是我们4大公会培养的。
我就直说了吧，那些由人族培养兽流虫而进化成的兽族玩家，他们不仅可以使用江城的聊天频道、论坛频道，甚至还可以上3大榜单。所以检测到那个竹松是兽族后，我们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他应该也是由人工手段干预，用兽流虫培育出来的兽族玩家，所以他很可能是其他组织培养的，并且根据竹松的实力，我们推测那个组织已经被竹松给灭了。老大，你看聊天频道，银霜俱乐部被灭了。一起本想靠着其强大实力谋得一方江山，对方为了资源，竹松挥动着一个在银霜俱乐部那些昆体在死亡后不久，竟又一个个重新站了起来，缓缓地向着同一个方向汇聚。那些会动的昆体是扫昆吗？那些昆体应该是屠戮银霜俱乐部的幕后之人在操控着。论坛上有人说，名为银霜俱乐部的很可能是江毅。根据论坛上的信息来看，不过就是大家认为江毅突然霸榜第一，是靠着这种不正常的手段获得的力量。说江毅是魔修，是大魔头。这群键盘侠还真厉害，搞得我都有点相信我是大魔头了。如果按我们猜测，银霜俱乐部的幕后黑手真的不是江毅，而是强大的兽族玩家，那么我们说不定可以想办法与他合作。和谁合作？江毅吗？你怎么会想到和江毅合作？我是说，我们与兽族玩家合作。银霜俱乐部的魏凌霜发帖，关于本次银霜俱乐部被灭的一些重要信息公布。帖子的内容中，魏凌霜首先就将江毅是大魔头这个谣言给澄清了，并且他还爆出竹松是兽族的身份，其掌握着一项献祭昆体就能获得道具的恐怖能力，呼吁大家一起对付他。大佬，您之前一口一句吊打江毅，不知道您有没有把握打断那兽族玩家的献祭，并将其击杀？无人，你怎么来了？我来找停车位啊！你又换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好，我开完会就去。对了，停车位在外面。以这位兽族玩家的特殊性，击杀他爆出的紫色转盘品质应该很高。骆长青现在仍然认为张三就是江毅，所以他又将紫色转盘提了一提。我记得那个竹松，他上午响应号召来江滩，似乎也是迫于转职的压力，才想要探索无尽海域。包括这一次，我估计他也抢了银霜俱乐部的蓝色职业转盘。那么我在想，他这次献祭是不是想要更高级的职业转盘？不管怎么说，银霜俱乐部里的那些都是我们人类同胞的昆体，就算真献祭出更高级的职业转盘，似乎又被我们得到，但使用那种沾着同胞鲜血凝出的血色转盘，你们心里就不膈应吗？说得冠冕堂皇，这都什么年代，谁还管你那些？骆会长说的对，不论那场献祭最终能得到什么，我们都应该阻止他。严思说完，其他人也纷纷附和地说了几句，唯独到了狂徒张三这里却有所不同。哎呀呀，既然如此，那真是可惜了。张某与各位道不同不相与谋，希望等我拿到更高级的职业转盘后，诸位不要自己打自己的脸，求着我买人血馒头吃。张三大佬，不论如何，大佬你愿意在对抗兽族玩家这件事上出力，就已经够对得起江城玩家了。这里是5块特殊转盘，大佬你可以自选1块，若你真能解决此次兽族玩家的危机，4大公会愿再以4块紫色转盘当做谢礼。嘿嘿，那就谢谢了。那什么，大佬，之前我儿子的事确实是他的问题，还有我这人脾气暴，说话也不好听，还望大佬莫要见怪，这是一点心意，希望大佬几钱先收下。好说好说。骆会长，你说他真的能顺利解决这次竹松危机吗？那场献祭恐怕不是我们说阻止就能阻止的了。你们后影像里又出现了大量凶兽。与此同时，隐藏在银霜俱乐部附近的魏凌霜和其他幸存者也同样震惊，4面8方的凶手纷纷从混乱之地朝着他们这块区域聚集而来。想起之前大学里的那场兽潮，当时也是这么绝望，觉得自己死定了。后来是江毅救了我，如果战力榜第1的江毅真的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江毅就好了。那头熊似乎和其他熊兽的气场不一样。
长焦鹅的司机，这头熊的眼神和长焦鹅司机的眼神一模一样，难道这背后还与失踪的长焦鹅有关？如果你也想尽快转职，或许我们可以心平气和的谈谈合作事宜。男人在路上开启转盘抽奖。恭喜你获得身份训练。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将已成为首位身份者，获得奖励序列卷轴。区域公告，恭喜玩家将已成为首位身份者，获得奖励序列卷轴。世界公告，恭喜首位升到11级玩家金不离，获得奖励全属性加11。一连3则公告，使得江城聊天区很快便炸开了锅。不过紧接着，外区的金不离又发布了一则世界行话，其中讲述了身份者的概念和其对应的秩序之地中的一些规矩。最后就是他希望江毅能把序列卷轴交易给他。这金不离懂得还挺多啊，不过可惜还是被我抢先得到了序列卷轴。序列卷轴的使用分为召唤模式与挑战模式2种，若选择召唤模式，可以随机召唤出一尊比自身等级高出10级的兽族辅助战斗，持续时间为半个小时；若选择挑战模式，则会随机召唤出一尊等级与玩家持平的兽族生物，而玩家若能在半小时内成功战胜该兽族生物，便可以获得一个对应的化形能力。小登斯，如果我使用序列卷轴随机召唤出10级的兽族，你有把握应付吗？把握有9成9。9成9的把握，那应该是问题不大。等打完这一战，爸爸就给你找活活吃。活。随后江毅一瞬间从序列卷轴中窜出的飞气直冲天际，也纷纷在这股恐怖威压之下调转方向，匍匐在地。卧槽，那是龙！我特么不是在做梦吧？凶兽之中真的存在这种级别的生物？你真的有9成9的把握干掉他吗？999。仿佛天上挂了10个太阳一般灼热，黑龙被小灯丝烧得到处乱窜。这一战应该是稳了。这有点烧不动了，还能再坚持5分钟吗？今日排行榜数据已更新。江毅快速的扫一眼转盘中的选项，顿时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立马进入了逃学空间，在交易区买了10块蓝色转盘，抽出了10张10级的坐骑。恭喜你抽出特殊奖励合成塔。虽然合成坐骑卷轴很亏，但现在也不的那么多了。坚持不住啦！来了！换个尸体燃烧。我尼玛，你直接把人家烧成了捕龙，这就是你说的坚持不住。糟了，该不会连规则级的坐骑卷轴都无法收服？这是糟了，我破不开这卷轴，我该不会真的成为别人的坐骑吧？要不我直接投降，只要投降啊，就能结束这场序列挑战。之后我应该会被传送回去。恭喜你序列挑战成功，获得化形能力黑龙王梵天。这就成功了，我并没有战胜他啊，难道是他自己投降了？怎么回事？我为什么还被禁锢着？快传送我回去啊！卧槽，刚刚是什么情况？刚刚站在龙头上的是江毅吧？江毅回到巢穴空间后，整个人都有些虚弱，这是化形能力的后遗症。如果是在秩序之地使用化形，应该就没有这样的后遗症。江毅能成功化形，靠的是燃兽天赋，否则当时还真撑不下来。不过这次化形让他最为惊喜的是，之前燃兽4000年才换的1分钟全属性加1，化形后只需要400年就能达到。张序列卷轴就先不用了，遭不住这么折腾。张小天怎么从排行榜上消失了？